带着空间魂穿70年代，末世大佬帮助原主收拾黑心继母一家。原主父亲苏志国为攀高枝，利用花言巧语成功骗过了原生的母亲黎清婉，并凭着原生外公的关系当上了金氏钢铁厂采购部长。站稳脚跟后，苏志国的渣男本性暴露，联合拼头下药毒死了原生母亲。外公因受不了打击，撒手人寰。这下可便宜了苏志国，他带着自己婚内出轨的小三和一双儿女正式入住黎家。从此，原生苏黎就过上了水深火热的生活。房间被三姐的女儿苏梦霸占，原生被赶到了杂物间，在这个阴暗狭小的杂物间住了整整6年。后继母又把他继妹夏香当知青的名字改成了他，忍了6年的原生实在忍不下去了，冲出来就要跟陈倩和苏梦拼命。推搡中，他被苏梦推了一下，额头撞到了桌角，最终带着满腔的不甘和恨意咽了气。他这缕来自异世的魂魄就占了底。苏黎那个小贱人都在屋里躺了2天了，不会睡死了吧？不会，那小贱人的命大着呢，没那么容易死，死了倒还便宜他了，他就应该被赶到乡下去受罪。他可不能死，死了工作就没了，要死也得滚到乡下去死。不行，我得去看看他死了没。一边说着，一边往杂物间走了过来，一股郁气压上了苏黎的心头。他明白这应该是原生的一缕残魂，轻轻一笑：“原来你还没走。那正好，就让你看看我是怎么帮你报仇的。既然我占了这具身体，那这具身体的仇人便是我的仇人。我会替原主好好招呼这帮狼心狗肺的畜生。”这边苏梦已经站到了门前，刚把脸贴到门上，准备听听里面的动静。下一秒，只听见砰的一声巨响，苏梦和门一起飞了出去，被苏黎踹出了3米远，重重的摔在了地上，被门板压在了底下。听到了动静的陈倩从厨房跑了出来，就看到她的宝贝女儿被压在门板下面，尖叫着冲了过去。梦梦。苏黎则站在旁边靠墙看戏，陈倩把门板扒开，把苏梦从地上扶了起来。苏梦全身痛得要死，指着对面的苏黎哇哇大哭：“爸妈，我好疼啊！都是苏黎这个小贱人把门踹开了，我才会摔的。妈，你快去教训他！”陈倩抬头看到了苏黎站在面前看戏，怒火一下子就上来了，想也没想就朝苏黎冲了过去，嘴里还骂着：“好你个小贱人，竟然伤了梦梦！我看你是过了2天好日子皮痒了，欠教训！”等陈倩走到苏黎眼前，刚准备抬手打他，苏黎冷笑一声，抡圆了手就扇了过去。啪！极其响亮的耳光声响彻了整间屋子。苏黎，你敢打我吗？等爸爸回来，你死定了！苏黎听得不耐烦了，一巴掌就将苏梦扇倒在地。叫！你是尖叫鸡吗？这么能叫？就你那副贼相，我就知道你这种畜生嘴里为什么吐不出象牙来。你智商不够，你丫还喜欢脸皮来凑，左边脸皮撕下来贴到右边脸皮上，一边2皮脸，一边不要脸，跟你那个小三妈一样不要脸。我今天让你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么精彩的视频让你看没？再给你介绍一个好玩的游戏，点击左下角小程序，我在玩这款漫画版不良人游戏，可好玩了。苏黎做完苏梦后，视线转向了旁边躺着的，用仇恨目光看着他的陈倩，又是一巴掌扇了过去。你瞅啥？你也想挨揍？陈倩往后缩了缩，不想。苏黎则邪魅一笑，由不得你不想。照着苏梦的样子把陈倩也揍了一遍，看着躺在地上宛若死狗的2人，轻轻舒了一口气。好久没活动筋骨了，真痛快。没死就麻溜滚起来做饭。后妈不动，看来是想装死了。苏黎一脚踢在了陈倩的小腿上。我的腿！别装了，我自己动的手我知道力道。我数到3，再不去我这第2脚可就没有轻重了。1，我去，别打了！陈倩一瘸一拐地走向厨房，一边在心里咒骂：这小贱蹄子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等他爸和弟弟回来要他好看。苏黎就坐在沙发上悠闲地喝着茶。苏梦害怕地看着苏黎，想要在沙发边角坐下。苏黎看了他一眼说：我有说让你坐了吗？苏梦连忙站了起来，准备回自己房间。苏黎又看了他一眼说：我有说让你走了吗？苏梦走也不是，坐也不是，只能站在沙发旁委屈地直掉眼泪，心里盼着爸爸和弟弟快点。过了大约半小时，陈倩将几碗粥和2盘菜端上了饭桌，讨好地看着苏黎：小黎，来吃饭了。苏黎碗里是一碗稠稠的杂粮粥，他自己和苏梦的碗里则是稀粥。苏梦不高兴了，刚准备说什么，只见陈倩给他使了一个眼神，顿时就吭声了，心里开始幸灾乐祸。苏黎那碗粥肯定有问题。苏黎看着粥上下打量，始终没有端起来。陈倩心里一紧，难道小贱人发现了？不可能了，我只往里面吐了几口口水，加了一点泥巴而已啊，他怎么可能看出来？于是特意装着温和善良的样子：小黎，你怎么不吃啊？妈特意给你准备的，快吃，凉了就不好吃了。你在这装你妈呢？从小到大你打我最多，这回挨了我的打了，开始装样子了。你打量着我年纪小好骗呢。既然是你精心准备的粥，那我肯定不能辜负你的好意啊，所以这碗粥还是你吃吧。说完，左手掐住他的下颌骨，让他没办法闭嘴，右手则端起了那碗烫手的粥灌了进去。陈倩完全敌不过苏黎的力气，滚烫的粥进入嘴里，剧烈的疼痛让他发出了呜呜的惨叫声。
空间穿越到年代文里，一个柔弱的病娇女配身上，原生亲妈被渣爹射击而亡，渣爹不出半个月便以照顾原主为由，将藏了多年的姘头和一双儿女接回家，自此原主便沦为了交易的筹码。继母为不让女儿下乡受苦，竟出谋调换了原主下乡名额，本就身体孱弱的原主就这么没了。穿越而来的我决定不坐以待毙。接上集，等苏志国和苏耀祖回来，天已经黑了，两人一进门就看到苏梦和陈倩抱着坐在沙发上哭，两人都被打得鼻青脸肿。妈，姐，谁把你们打成这样？我去找他去。陈倩和苏梦仿佛看见了主心骨一样，陈倩扑进苏志国怀里，痛哭出声：“志国，你可要为我和梦梦做主啊！苏黎他突然跟发了失心疯一样，把我们打了一顿，还给我灌滚烫的粥，他想杀了我！呜，我快活不下去了。”苏志国第一反应就是不可能。苏黎是自己的女儿，平时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怎么可能动手打人？可是妻子和女儿脸上的伤痕是真的，他们也没有理由骗自己。是吗？那小赔钱货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他再拿我这就去教训他一顿。在我的房间，苏耀祖立刻跑到房间门口，皇帝砸着门：“苏黎，你个小贱人，快给我滚出来！赔钱货，臭白伢子，滚出来！谁给你的狗胆对我妈和姐动手？快给老子滚出来！”苏黎早就在苏耀祖大喊的时候就醒了，此时站在门后冷笑一声，门打开了。苏耀祖还没来得及说话，就被一只手硬生生拽进了房间。苏黎照着苏耀祖的肚子就踹了过去，苏耀祖惨叫一声被踹倒在地。臭白伢子，你！苏黎没兴趣听别人骂自己，抡圆了手照着苏耀祖的脸就扇了过去。苏黎觉得有点不够，站起身来在房间里看了看，视线定格在那把实木椅子上，露出了一个诡异的微笑，抄起椅子就对地下的苏耀祖砸了下去。啊！惨叫声响彻整个苏家，苏耀祖的右腿腿骨被苏黎硬生生砸断了。看到这里口渴了，这么好看的视频边喝边看更过瘾。我刚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买了娃哈哈 AD 钙奶，含有牛奶，含有维生素 D、钙，酸酸甜甜有营养，4瓶不到9块9，好喝又便宜，而且现在有超多优惠券限时发放，买到就是赚到。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而且刷到我视频的粉丝有福了，我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多专属优惠，就在评论区先到先得哟。看着痛苦的苏耀祖，苏黎微微一笑：“你不就是喜欢用这条腿踹我吗？我现在帮你废了可好？”而听到动静上来的苏家众人刚跑过来就看到了苏黎拖着已经昏迷过去的苏耀祖走了出来。孽女，你怎么可以对你的家人下这么重的手？小畜生，真是白养了你这么多年。苏黎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哈的大笑了起来。等他笑够了，拭去眼角的泪水，看向苏志国：“白养了我，我是小畜生，你是什么？老畜生吗？狼心狗肺的东西！这几年花着我家的遗产过得滋润吧，也不怕我外公和我妈那天从地底下爬上来找你们。软饭吃久了，还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需要我提醒你的工作和风光的日子是怎么来的了吗？”苏志国脸色僵硬。是的，他最讨厌别人提起他赘婿的身份。自从离家那个老不死的去了后，自己的身边逐渐围绕了一堆奉承自己的人，他很享受这种感觉。还有自己现在的妻儿，在他们的脸上能看到对自己的崇拜，这是他在离家从未体会过的。他们都看不起我，所以他们死了也是活该。既然你不懂规矩，那就让我这个当爹的教教你什么叫规矩。半个小时后，苏家4口全以一种扭曲的姿势躺在了地上。苏黎拍了拍手，看着鼻青脸肿的4人，心情大好。我听过一句老话，好言难劝该死的鬼，你们不是个东西，我也不会劝你们，毕竟你们不配，但你们总要为我这几年受的罪付出点代价吧，等着吧，你们的报应很快就来了。说着就用粗硬的麻绳将4人严严实实的捆在了一起，然后用麻药将他们全部抿晕，大摇大摆的进了苏志国和陈倩的房间，摸索了一阵，在床底下摸到了一个小箱子，打开一看，里面是各种各样的票证。苏黎毫不客气的收进了空间，然后又在衣柜摸到了一个暗格，里面还有几根小黄鱼以及这个房子的房契。打开一看，户主是自己，顿时就明白了，这应该是原主外公的手笔。还有一张小纸条，打开一看是一个地址，松原街126号。这个地址肯定不简单。半夜翻进荒废宅子，只为探寻纸条上的秘密，不料发现原生母亲和外公惨死真相，还获得苏志国贪污受贿证据。苏黎反手把罪证送到了帽子局和钢铁厂，打算让他们一家身败名裂。接上集，苏黎顺着宅子往地下室走去，看到眼前的景象惊了，20个大木箱子整整齐齐地摆在地下室，珠宝首饰大团结，应有尽有。这一看就不可能是苏志国自己的。苏志国这个狗贼，吞了原主家这么多财产，原主还过的狗都不如，说他是狼心狗肺的畜生都便宜他了。苏黎犹豫了一下，还是将箱子通通收进了空间。这时突然他的精神力提示他到这里还有别的东西，找了半天，终于在墙角的地砖里撬出来一个布包，打开一看是2个本子，一个是他记录多年来在钢铁厂收受贿赂的账本，另一本则是日记。苏黎打开翻了翻，越翻越感到后背发凉。原来黎清婉和李老爷子竟然都是苏志国害死的，陈倩也是帮凶，这个畜生
苏黎压下心中原身翻腾的怒气，决定要让苏志国和陈倩遭到报应。他收起了本子，苏黎直接回了家，将家里的东西一件不落地收进了自己的空间。这些东西我就是自己不用，也打死不会便宜这群畜生。看着光秃秃的家，苏黎满意的点了点头。接下来他就要去给自己制造不在场证明了。苏黎出了门，想了想该怎么制造不在场证明，接着脑子里灵光一闪，走到了跟他家有点距离的张奶奶家，靠坐在他家的墙边装晕。天亮，张奶奶买菜回来，看到苏黎躺在他家门口，吓了一跳，轻轻摇了摇苏黎，见他没醒，连忙他抱进了屋子。造孽哟，肯定又是那一家子丧良心的给苏丫头撵出来了，迟早天打雷劈。没过一会儿，苏黎悠悠转醒，看到张奶奶和陈雪正关切地看着自己，心虚了一瞬间，很快就红了眼眶。张奶奶、陈姨，谢谢你们又救了我一次。苏丫头，这已经是第几次了？今天说什么都不能就这么算了。走，我老婆子带你去找他们去。苏黎垂着头掉眼泪，轻轻嗯了一声。张奶奶拉起苏黎就要出门。那我跟你们一块去，多一个人他苏家就更不敢怎么样了。三人出了门向苏家走去，老远就看见苏家大门口围着许多人。陈雪拉着外面一个人打听：婶子，这家咋围着这么多人呢？被问的人一脸幸灾乐祸：犯事了呗，公安都找上门了，听说是贪钱还杀了人。张奶奶腿脚一软：啥？杀人？那边公安已经架着苏家几个人走了，人群自动让出了一条道。一个年轻公安冲着人群大喊：各位邻居，有谁看见了苏家大女儿苏黎？麻烦跟我们上报一下。我就是你们要找的苏黎。公安上下打量了一下苏黎，已经对苏志国的供词产生了怀疑。就眼前这个瘦弱的一阵风就能吹跑的小女孩，能给苏家几个人弄成这彩呀？还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苏家搬空？打死我都不相信，这个苏志国还真是说谎成性。你的父亲苏志国涉嫌谋杀你的母亲黎清婉女士和你的外公黎义忠先生，已经被带走接受调查了。据苏志国的说法，是你昨天晚上对苏家4人实施了暴力手段，并且迷晕了他们，将苏家洗劫一空，请你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邻居们听到苏志国涉嫌杀人已经惊了，都知道苏志国和他新老婆不是个东西，没想到他们还敢杀人。只是对于苏黎打人这件事，他们是万万不相信的。没办法，苏黎多年遭受的对待他们都看在眼里，不是没找过苏志国帮苏黎出头，刚开始确实有效，可是后来他们发现苏黎的处境越来越艰难，就不敢去找苏家了，只能私下里偷偷接济苏黎一些，或是一个鸡蛋，或是几张饼子。一看苏黎要被公安带走了，张奶奶急了，也顾不得害怕公安，上前拉住苏黎：不行，不能带苏丫头走。苏志国那个狼心狗肺的畜生，自己干了伤天害理的事儿，现在还要来攀咬我们小苏。咱们这些老邻居谁不知道，自从6年前陈倩那个后娘进了门，小苏这个丫头就没过一天好日子，动不动就挨打挨骂，丧天良的狗贼，还把孩子赶出家门让他睡大街，看给这孩子打的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地方，16、17的年纪长得像12、13岁似的，这是给孩子饿的啊！你们要带走他，我老婆子不同意。一边说着一边撸起了苏黎的袖子，皮包骨的手臂上是一道道纵横交错的伤疤，他特意没有用灵泉水直接去除，等的就是这一刻。苏黎则配合地站着掉眼泪。大娘你放心，我们坚决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绝对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只是苏黎同志不仅是受害者，还是这个案子重要的人证，我们必须把他带回去问话，但是我们绝对不会让苏黎同志受到伤害，我保证。奶奶你放心，公安都是心系人民的好同志，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我很快就会回来。而且我也想知道我的母亲和外公究竟是不是我的父亲杀的。苏志国带着满腔的不甘和悔恨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小黎呀，你这工作卖出去可要想好了，我看那苏家2姐弟不是看着会善罢甘休的样子。陈姨，就许他们帮我报名下乡，还不许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吗？我也给他们2姐弟报名了下乡，一个去西北，一个去东南，就凭他们那点本事是翻不起什么大浪了。况且我也不就是苏家的孩子了，他们已经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我在公安局就跟他们断绝关系了。明天我就去登报，把他们一家做的丑事全抖落出来。陈雪也没想到苏黎小小的年纪做事已经如此果决，只当他是受了刺激一夜成长了。小丽，你长大了，陈姨很高兴。既然你决定卖工作，你妈妈的那个工作非常好，那我就出800块钱，另外给你准备一些票证，还再给你准备一床铺盖。东北那边没有棉被是过不了冬的，到了冬天姨再给你做2件棉衣寄过去，这样你冬天也不会挨冻，你看行吗？看到这里口渴了，这么好看的视频边喝边看更过瘾。我刚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里哇哈哈一定含有牛奶，含有维生素、维生素 D、钙，酸酸甜甜有营养，4瓶不到9块钱，好喝又便宜，而且现在有超多优惠券限时发放，买到就是赚到。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而且刷到我视频的粉丝有福，我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多专属优惠，就在评论区先到先得哟。
陈姨，我还有件事要拜托你。苏家那几个人现在住着的房子是我外公的，我外公落在了我的名下，我想着马上就要下乡了，这房子荒废着也是可惜，我打算把它租出去，然后每个月的租金就麻烦陈姨您寄给我好不好？在乡下也好让他们知道我也是有家里人撑腰的。这不算什么难事，小丽，你既然叫我一声姨，我就是把你当家里人看的，这点小事包在我身上。你到了乡下比不得城里，万事都要学会自己留个心眼，别傻乎乎的有点好东西就给别人，藏起来自己吃。而此时的苏家姐弟好不容易从公安局被放了出来，回到苏家却发现大门上多了一把大锁。苏耀祖拖着断腿看向苏梦，姐，现在要怎么办啊？爸妈都被抓起来了，我们真的无家可归了吗？都是苏黎这个小贱人，耀祖你放心，他蹦跶不了几天了，等他下了乡，房子和工作就都是我们的。走，这2天先去姥姥家住。3天后是苏志国日子，他跪在行刑场，回想着自己的一生，不由得后悔。如果当时我放下一切和黎清婉好好过就好了，如果我能拒绝陈倩的勾引就好了，如果我没有鬼迷心窍的杀害黎清婉和黎义忠就好了，如果我没有放任他们虐待苏黎就好了，最起码自己还能好好的待在自己的职位上，享受荣华富贵。可人生哪来那么多早知道？枪响了，苏志国带着满腔的不甘和悔恨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不远处的一个山头，苏黎放下了手中的望远镜，现在该去看看苏家姐弟了。苏家门口准备回来堵苏黎的苏家姐弟被知青办的人逮个正着，当即就要架着他们往车上送。苏梦听明白了他们要拉自己去下乡，立刻疯狂地挣扎大叫起来：苏黎，是苏黎那个小贱人要去下乡，你们抓错人了，去找他，你们去找他啊！下乡支援建设的，不是来这受着罪的，没有拖拉机来接我们就算了，现在牛车也不让坐了，还得要我们走回去，这是什么道理？是啊，大队长，这牛难道还能比人金贵吗？怎么还不能坐了？丁建设冷笑一声大吼：你们以为自己是谁？还能比牛金贵了？还想让拖拉机来接？做什么白日梦呢？牛能干活，你能干的比牛多，都给我老实点，能走走，不能走我现在就打报告给你们送回去。众人脸色一变，虽然他们也不想下乡，但是自己回城和被退回去的区别可太大了。被退回去的知青一般都是犯了大错的，回去以后会立刻被知青办发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到时候真是生不如死了。苏黎默默走上前，将自己的行李放到了牛车上，其他人也紧跟着苏黎的动作，没人再敢说其他的话。丁建设的脸色好看了一点。江淮哥哥，人家好累呀，你扶一下人家好不好？累了就回去。偷吃，程欣欣正尴尬，就听到有人在笑，瞬间锁定了旁边的钟瑶，怒目而视。你笑什么？关你什么事？没有，程知青，我只是认为作为女孩子应该矜持一点。你看你老是往江知青旁边凑，影响多不好啊，你说是不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我和江知青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而且他还是我的未婚夫，我们2家从小就定亲了。我们未婚夫妻怎么相处，应该不需要你这个外人来指指点点吧？程欣欣，别说了。苏黎收回了目光，心里盘算着，这几个人一看就是事儿精，还不知道是不是都住在知青点。这要是又来几个是精，那我还过不过了。这不行，我得想办法搬出去一个人住。大队长，我想问一下，就是到了大队后，咱们村里是怎么安排住宿的呀？丁建设一听乐了，没想到这小丫头身份还是硬得挺快，已经把自己当村里人了。知青的住宿一般都是大队统一安排到知青点，知青点那边已经住了几个老知青，要是不想住知青点，也可以自己花钱起房子，或者住在老乡的家里，花钱起的房子在你们走之后就自动归为大队了。看到这里口渴了，这么好看的视频边喝边看更过瘾。我刚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买的娃哈哈 AD 钙奶，含有牛奶，含有维生素、维生素 D、钙，酸酸甜甜有营养，4瓶不到9块9，好喝又便宜，而且现在有超多优惠券限时发放，买到就是赚到。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而且刷到我视频的粉丝有福，我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多专属优惠，就在评论区先到先得哟。住老乡家里的话，就得交粮食和钱。那大队上有没有那种空房子可以往外租的呢？丁建设一皱眉，有倒是有，就是那房子不太好啊。那房子是村子里以前的一个的主家的，革委会抄家的时候发现，那家人全在房梁上吊死了，可吓人了。从那以后就听说那房子不太平，经常能看见不干净的东西嘞。已经有好几个知青租那边的房子，当天晚上就被下回知青点了。怎么，你也想租那房子啊？我倒是不怕，我从小胆子就大，想试一试那个房子是不是真的不干净。那我可是提醒过你了，
之前那几个知青也是这么说的，不还是被吓得屁滚尿流的？信，女人下乡租房子，半夜遇到假扮鬼偷钱的，女人不但不害怕，而且很兴奋。大队长，这就是新来的知青们吧？丁建设点点头。王知青，这些人就先交给你了，你给他们新来的介绍一下规矩，过一会带他们到仓库领粮，我还有事先走了。各位同志好，大家都是从五湖四海来下乡支援建设的。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王渊，是知青点这边的负责人。既然分到一起，大家就是兄弟姐妹。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知青点和村子里的规则。你们看到了知青点的房子了，前面一排是男知青的，后面一排是女知青的，2人一间。不过女知青那边好像只能住3个人了，你们看是3个人挤一下住一间房，还是怎么办？王知青，我就不住知青点了，我刚才路上已经租好房子了。王渊眉头一皱，租好了？等一下，你说的不会是那房子吧？没错，就是那里。我胆子比较大，一个人住那里没关系。对了，我单独分出去吃，我的饭量比较大，跟你们一起你们会很吃亏的。好了，我不啰嗦了，你们赶紧去显房间收拾东西。那个自己租房子的同志，我带你去那边。你们新知青刚来，明天是有1天假的，不用上工。你可以去镇上添点东西，最好是搞一把锁，晚上睡觉把门锁好，小心点村子里的二流子。这么精彩的剧情，最适合在家边运动边看了。说起运动，就离不开一双好鞋子。想要确认自己买的鞋子是否正品，推荐得物 App 的专业鉴别功能，只需上传图片，最快几分钟出鉴别报告。得物鉴别团队已经累计鉴别超6亿次，覆盖鞋服、箱包、美妆、手表、玉石珠宝、酒水、宠物等19个品类，专业可靠。快点我评论区链接试试吧。2年也有个女知青单独起了房子住，没过多久就被一个流氓晚上摸进屋子糟蹋了，人当时就跳河了，那二流子也被枪毙了。你一个人住还是要多注意。说话间，2人就已经走到了苏黎租的房子前。苏黎绕着院墙看了一眼，还好，院墙基本保存完好。那苏知青，我就先回知青点了，2个小时后知青点集合去领粮食。送走了王渊后，苏黎袖子一撸，开干，先是把院子里和房子里大的垃圾用精神力堆至一处，全部收进了空间，让空间做垃圾回收，又掏出了一个吸尘器，把房子里的灰尘吸得干干净净。做完这些，苏黎躺在躺椅上，手里抱着 iPad 看综艺，真爽啊！苏黎不由得感叹道。突然，他敏锐地察觉到空间外有异动，立刻放出异能量。随后，空间的上方就出现了一个大屏，一个穿着白布鬼鬼祟祟的身影翻过了他的院墙，来到院子，然后就开始发出一些诡异的、凄厉的叫声，就好像真的闹鬼了一样。苏黎气笑了，感情这房子闹鬼的名声就是你小子弄出来的是吧？既然你这么喜欢装神弄鬼，那姑奶奶就好好陪你玩一玩。苏黎在空间拿出一个鬼脸面具，别说戴在脸上猛一看还挺逼真，利用空间的可移动性，悄悄飘出房门，出现在了装鬼的人的背后，轻轻拍了拍他。恶毒小偷装扮成鬼的样子，想占苏黎便宜，让苏黎直接反杀，把他丢进狼群。接上集啊！刺耳的惨叫声回荡在院子的上空。杨正华是村子里无父无母的一个二流子，平时就喜欢偷鸡摸狗，调戏小姑娘，是村里的一霸。村子里不论谁提起他都是一脸的厌恶。但是最近1年，杨正华突然阔气了许多。村子里有人好奇，就去问了问他，他也不说，只说找到了挣大钱的路子。也有人想让杨正华带他们一起发财，被杨正华拒绝了。他挣钱的路子就是现在苏黎租的房子，那个被抄家地主的房子。听说今天又来了一个不怕死的知青搬进了这个房子，我准备来给这个知青一点颜色瞧瞧。谁知道我扮鬼扮了1年，今天还真的碰到鬼了啊！没等杨正华叫完，苏黎就不耐烦的一电棍给他电晕了，又掏出了麻绳把他捆了个结结实实，拖着他来到后山上，给吊在一棵高且粗壮的树上，拍了拍手就回去了。回去的路上还在琢磨今晚这件事。看这人轻车熟路的做法，肯定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了。他这样锲而不舍地把这房子闹鬼的名声传出去，还要扮鬼吓唬每一个来这里住的人，这么不想其他人接近这房子，难道这房子里有什么秘密不能让其他人知道？苏黎不由得加快了脚步，回到院子里，释放了精神力，开始查探院子。果不其然，地底下有东西。他找准了位置，撬开一块青石板，钻了进去，走过了幽深狭长的地道。他来到了一个地下室，刺鼻的霉味儿让他忍不住皱眉。手电筒简单扫了一下，地上到处丢着瓷器的碎片，踩得脏乱的字画书籍。苏黎匆匆地把东西收进了空间，就出了地下室，在青石板上打了一道封印，封死了地下室，这才拍拍手进了空间。哎呀，怎么卡住了？原来是没话费了，月末该充话费了。我在抖音商城充值中心刚领了3元话费券，真的太香了，充值到账快，方便，来给大家送福利了，超简单，点商城，进入充值中心。
或直接点评论区就有机会领1至4元话费券，记得点评论区，抓紧上车。而后山上的杨振华就没这么好运了，迷迷糊糊的醒来后，他惊恐地发现自己被吊在了树上，更可怕的是，树下出现了好几只绿油油的眼睛。是了，他只感觉浑身一激灵，接着就感觉到一股湿热从身下蔓延出来。是的，他被吓尿了。鬼大爷，鬼大爷，你饶了我吧！我不知道那是您老人家的地盘，不小心冲撞了您，我真不是故意的。您大人有大量，放我一马，我回去一定一天给您上3炷香，饶了我呀，鬼大爷！我没做过什么坏事啊，就是平时喜欢小偷小摸啊，就是去年我在山上看到隔壁村的刘寡妇一个人摘蘑菇，我长这么大都没尝过女人的味儿，一时鬼迷了心窍，我就想跟她好，她不愿意，我就生气，然后我就掐她，然后她挣扎，我一时没收住劲儿，就给她掐嘎了，但我真不是故意的，我也后悔啊，我这隔3差5的就来山上祭拜她，我真不是故意要杀她的，就这点事儿了，鬼大爷您行行好，饶了我一命吧。完扮鬼贼，苏黎准备去县城采购物品，不料做妖精又来挑事，苏黎也不惯着，直接捏碎一块大石头，以示镇威接上级。苏知青，我们准备去供销社买点东西，再去国营饭店吃午饭，你要一起吗？苏黎并不觉得这人有什么好心思，但也没拒绝，他正好要去买一辆适合自己骑的自行车。走吧。钟瑶见他答应了，立刻眉开眼笑的想过来挽他的胳膊，苏黎立刻避开了钟瑶的手，钟瑶挽了个空。苏知青，你是不是还在为了火车上的事情生气啊？我跟你道歉，那天我真的是身体不舒服吗？不是故意抢你的座位的，你就原谅我吧。我现在只想跟你做好朋友。苏知青，你这么善良，应该不会拒绝我的吧？苏黎无语了，我看起来真的那么好欺负吗？为什么这人跟狗皮膏药一样甩不掉？钟知青，我不管你们之间有什么矛盾，你大可不必装作和我关系很好的样子，不要把我扯进你们的纷争里。我这个人最怕的就是麻烦，要是有哪个不长眼的惹到我的面前，我的拳头可不长眼。说完，苏黎拿出一块小石头，放在手里用力一捏，石头瞬间变成了一把碎块。钟瑶跟见了鬼一样，后退了好几步，拉开了两人间的距离。程欣欣看着苏黎徒手捏碎了一块石头，眼神从开始震惊迅速转为了狂热的崇拜。他好厉害哦！欣欣，别说了。为什么不能说？我这是很真心实意的在夸苏知青，我对他并没有恶意啊。可苏知青的眼神好吓人，他应该不喜欢别人在背后议论他吧？很快，一行人就到了供销社，几人四散开来买东西，苏黎则留在了柜台问售货员：“姐姐，我问一下，咱们供销社里有自行车卖吗？”哎呦，你这小丫头嘴甜的哟！正好昨儿到了一批新货，还是从护士调过来的呢。这批货样式也新，就是贵了点，150块钱外加一张自行车票。你看看要不要一辆？姐，我要一辆，你带我去看看吧。随后，苏黎顺手从口袋里掏出几块大白兔塞给售货员。李娟看了看桌子上的奶糖，哎呀，怎么卡住了？原来是没话费了，月末该充话费了。我在抖音商城充值中心刚领了3元话费券，真的太香了，充值到账快方便，来给大家送福利了，超简单，点商城，进入充值中心，或直接点评论区就有机会领1至4元话费券，记得点评论区，抓紧上车。这可是金贵东西，看来这小丫头是有点家底的。正好也儿子这2天说班上有同学吃大白兔，他也想吃，带回去给他开心开心。丫头，我姓李，你以后叫我李姐就行了。咱们这儿隔3差5就来一些紧俏货，你以后要是有想要的东西就跟姐说一声，姐让他们想个办法给你调，给你内部价。那感情好，那我就先谢谢李姐了，我叫苏黎，李姐叫我小苏就行。两人瞬间变成了姐俩好。苏黎挑完了车，是一辆凤凰牌自行车，付了钱推着就走了。吴老头正坐在大树底下啃饼子，看到苏黎站了起来。苏知青这么快就回来了呀？哟，这个是自行车吧？吴爷爷，我这买了自行车了，回去就不跟他们挤了。就是我这个包裹有点大，我骑着自行车不太方便带，还得麻烦您给我带回去。说完就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包香烟递给了吴老头。哎呦，苏知青这可使不得，这烟金贵得很，给我个老头子糟蹋了。我给出去的东西不会再收回来的，你要是不收，我可不好意思让您给我带包裹了。知青，那我就收下了，你以后要是拉什么东西，跟我说一声就行。苏知青的家庭条件真好啊，自行车说买就买，还是凤凰牌的呢。陈文俊接过了话茬，可不是嘛，说搬出去住就搬出去，自行车眼都不眨就买了。你们看到他手上戴的那块手表了吗？那是京市百货商场的高档货，1块就要120呢，还算上票了，不要票的都得卖到130多了。1块表就是我2年的生活费了，人比人气死人啊！余泽阳说话了，行了，人家再有钱也是人家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先管好自己吧。话题就此接过，钟瑶的内心却不平静了，她极度的手指甲几乎要刺破自己的掌心。凭什么？为什么有的人的命那么好，苏黎长得也平平无奇，怎么就能投胎到这么好的家庭？而我钟瑶又聪明又漂亮，却要被目光短浅的父母当个商品一样卖出去，现在还要在这乡下艰难度日，而苏黎却可以活得那么滋润。
我一定要往上爬，一定要爬得比谁都高。苏黎骑着自行车路过村口时，有一群婶子在树下唠嗑乘凉，看到他过去了就开始议论了。那是昨天新来的知青吧？这是刚来就买了辆自行车，这也太败家了吧？家里给多少钱啊？能这么早？可不是嘛，咱们村儿还只有大队长家有辆自行车呢。他婆娘平时宝贝的跟什么似的，谁来都不往外借呢，也不知道这知青的自行车能不能借给村里用。我说这婶子，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自行车这个金贵东西能随便往外借吗？你家要是有，我看你愿不愿意往外借？背对了的郑桂芳也没当回事。嗨，我就是说说，你们别当真了。不过听说这知青昨天搬进了孙家老宅呢，那可不是个好地方啊。这新知青胆子真大，之前有哪个人能在里面待过一夜啊？全被吓走了。谁说不是呢？这小知青看着瘦瘦弱弱的，胆子倒是大得很。难道那东西昨晚没去找他？刘翠芬立马反驳了过去。哎呀，怎么卡住了？原来是没话费了，月末该充话费了。我在抖音商城充值中心刚领了3元话费券，真的太香了，充值到账快方便，来给大家送福利了，超简单，点商城，进入充值中心，或直接点评论区就有机会领1至4元话费券，记得点评论区，抓紧上车。不可能，之前那屋子只要住进人去，当天夜里肯定得闹起来，这次反倒什么事儿没有。难道这小知青身上有点本事，能让那东西也怕他？郑桂芳立刻拍了一下他，压低了声音道：别说了，这种事儿咱们心里清楚就行，可不敢拿到外面来说啊，小心给全家招祸。几个聊天的婶子立刻闭嘴了，不敢再讨论这个话题，心里却已经默默地给苏黎打上了一个可能不好惹的标签。他们哪里知道，那栋闹鬼的老宅已经永远不会再闹鬼了。苏黎回到家里，直接使用空间，喝了一杯灵泉水下肚，后他有意地端详了一下镜子里的自己，身上的大大小小的伤疤，他泡了几次灵泉水，已经全部去除，皮肤比之前白净细腻了一些，身上也不是干瘦的，有了一点肉，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200名下乡知青已经累趴下了199名，唯独苏黎不仅不累，反而越干越有劲，只因为他刚喝完神秘空间里的泉水。接上集，乡亲们，大家已经知道了，我们大队昨天又新来了几位知青。既然到了这里，就是我们队里的一份子，努力干活，不要想着偷懒，干得越多，日子才会越来越好过。这里每天的上限是10公分，你们每天如果能提前干满10公分，那就能提前下工回去休息。请大家自觉劳动，否则年底分粮的时候粮食不够吃，可别来找我哭。我们青山大队不养闲人。大队长一声令下，开始上工。新来的男知青们被分去了挑谷子，苏黎和其他几个女知青被分去了拔草，自己负责的区域拔完就算满工分。在上午的收工哨吹响之前，苏黎拔完了自己负责的区域。计分员是大队会计的小女儿郑红霞，她走了过来，似乎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么多，你一上午全拔完了？见苏黎点了点头，他看了看被拔得干干净净的地，就是我们村干活的好手来拔草都不一定能拔得这么干净这么好，这苏知青本事还不小嘞。苏知青10公分，可以下工了。这么精彩的剧情最适合在家边运动边看了。说起运动就离不开一双好鞋子，想要确认自己买的鞋子是否正品，推荐得物 App 的专业鉴别功能，只需上传图片，最快几分钟出鉴别报告。得物鉴别团队已经累计鉴别超6亿次，覆盖鞋服、箱包、美妆、手表、玉石珠宝、酒水、宠物等19个品类，专业可靠。快点我评论区链接试试吧。啥玩意儿？那瘦的跟柴火罐似的苏知青10公分，还这么快，这么厉害，3个长劳力都抵不上他吧？苏黎喝完了手里的冰果汁，看了看充满羡慕的望着他的其他人，拍了拍手，便潇洒的扬长而去。新来的那个苏知青很能干活，一个人抵得上3个壮劳力的消息，就像插上了翅膀一样，很快传遍了的村子里的各个角落。还有一些家里有适龄青年的人家悄悄动起了心思，李爱华就是其中一个。因为家里太穷，只给大儿子牛大壮娶了老婆，就再也拿不出钱来给弟弟牛二壮娶老婆了。如今李爱华看上了苏黎，是有他自己的算盘。这个苏知青干活真是一把好手，就是这身板瘦弱了点，不好生养。但是听说这个苏知青有钱，自行车说买就买，手上还戴着块手表嘞，还租了那么大一个房子一个人住。撇，一个赔钱货哪配住的这么好？等他和二壮成事儿了，自己就带着二壮住进去，让他把手表和自行车统统拿出来给我儿子。对了，那小赔钱货手里肯定有不少钱和好东西，等他嫁进自己家，让他全拿出来孝敬自己，再让他下地赚工分养我和二壮。就算他看着不好生养也无所谓，大不了让二壮在外边找一个生，再带回来让他养着。这天高皇帝愿的，他一个无依无靠的小丫头，落在我们娘俩手里，还不是任我们柔缘搓扁。李爱华做着美梦，仿佛已经看到苏黎进门以后她的美好日子了。为撬女知青墙角，
竟然偷拿人家包子借花献佛。女知青上前理论，女人却装起柔弱，瞬间激起其他男知青保护欲，纷纷指责女知青。接上集，欣欣，我给你留了一碗稀饭和2个窝窝头，你一会起来要是饿了就去吃。晚上程欣欣在地里累死累活了一天，才赚到了5公分。本来想睡一会儿，手掌心火辣辣的疼痛实在让他难以进入深眠，就听见李小蝶跟他说话。随后李小蝶轻手轻脚出去了，抱上盆子去河边洗衣服了。欣欣根本不像钟瑶说的那样有大小姐脾气，相反她还很有礼貌，除了娇气一点没什么毛病。她本来就是娇养着长大的，娇气一点怎么了？就是知青点有的人嘴上吃着欣欣的东西，一个个背后说她，也是说的最起劲的。那个叫江淮的男同志说着不喜欢欣欣，可是欣欣给他的东西他也没少要啊。知青点这边，程欣欣躺了一会觉得有点饿了，去厨房找小蝶留给他的吃的，找了半天也没找见。小蝶给我留的饭呢？他们先是面面相觑，没有人回答。哎呀，程知青那是你的饭啊，对不起，我不知道。刚才我看陈知青和江知青好像没吃饱，就做煮粉给他们吃了。你平时这么大方的人，应该不会介意的吧？钟瑶打量着江淮在这里。这么精彩的剧情，最适合在家边运动边看了。说起运动，就离不开一双好鞋子。想要确认自己买的鞋子是否正品，推荐得物 App 的专业鉴别功能，只需上传图片，最快几分钟出鉴别报告。得物鉴别团队已经累计鉴别超6亿次，覆盖鞋服、箱包、美妆、手表、玉石珠宝、酒水、宠物等19个品类，专业可靠。快点我评论区链接试试吧。程欣欣也不会发脾气，只能吃下这个哑巴亏。哼，还想跟我斗？你算什么东西？我的东西怎么分是我的事，需要你来越俎代庖，拿我的东西去讨好男知青。钟知青，你这一手借花献佛玩的挺好的呀，你怎么不拿自己的粮食给他们吃？村子里这么多光棍娶不到老婆，怎么没见你发扬奉献精神嫁给他们？程知青，我只是一番好心而已，你用得着这么恶毒的攻击我吗？若是你这话传出去，我不如一头撞死好了。程欣欣气急了，扬手就要打过去，叫你在这装模作样，手腕却被人狠狠攥住。江淮冷冷地看着他说：程欣欣，你的大小姐脾气要耍到什么时候？和钟知青道歉。关你屁事，滚开！望着一院子人看好戏的眼神，程欣欣再也忍不住了。从小到大，她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一扭头跑出了院子，很快就消失在了夜色中。王渊听到动静，刚从房间里走了出来，就看到程欣欣跑出了院子，立刻就想追出去，被江淮拦住了。王知青，不用去了，他从小就这样，生气了就找个地方躲起来，叫谁都找不到他。等他气消了，自己就回来了。那也不能让程知青一个人在外面待太久啊，她一个女孩子遇到危险了怎么办？江淮冷笑一声说：能有什么危险？大晚上的他还能去哪儿？我保证不出半个小时他一定会回来的。那半个小时后他要是不回来，咱们再出去找人。钟瑶依旧捂着脸在哭，手下遮掩了微不可察的笑意。没过一会儿，李小蝶回来了，杨娟娟拉住了她，一五一十的把事实经过全说了。李小蝶气得脸色涨得通红，心被街溜子欺负，还好苏黎及时赶到。来吧，纷争时刻，猎杀开始。接上集，程欣欣独自跑出来就后悔了。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人从背后抱住了她，那人不等她叫出来，立刻用手捂住了她的嘴，想把她往旁边的玉米地拖。程欣欣就是在迟钝也明白过来了，这个人想对她行不轨之事。别费劲了，只要你乖乖的，过了今晚你就是我媳妇了，我一定会好好疼你的。救命啊！谁来救救我呀？闭嘴！难道自己真的就要被不明不白的男人糟蹋了吗？突然男人被身后的人一棍抡上来，捂着头一声没吭倒在了一边。程欣欣，你还好吗？程欣欣听出来这是苏黎的声音，一时间所有的委屈和害怕涌上心头，扑到他的怀里放声大哭了起来。好了好了，起来了，此地不宜久留，咱们快走。程欣欣抹抹眼泪，看了看地上那个人问：那这个人怎么办？不用管他，我这一棍子够他受几天了，走。而实际上，在程欣欣刚转过身，苏黎就迅速地把地上死的人收进了空间，以为他就这么轻易地放过他了。笑话，等他处理好其他事情再来找他算账。苏黎本打算把程欣欣送回知青点，在路上听他说了知青点发生的事情，就改变主意。对，就我这个样子回去以后，必定得被那个钟瑶恶意揣测一番。这要是传出去了，估计这小丫头就得去跳河了。想了想，还是把她带回了自己家，给她换了一件干净衣服，帮她上了点药。苏知青，你这样好像妈妈。程欣欣似乎是才反应过来自己说了什么，立刻跳了起来。不是的，苏知青，我是说你很像我妈妈。不是，是你像我妈妈一样。也不对，我是说你给我的感觉和我妈妈很像。不是，就是。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索性就闭上嘴了。苏黎也没在意。这时有人在院外咣咣敲门，苏黎走出去就看到李小蝶几人站在门外。李小蝶看见苏黎就像看见了救星。苏知青，欣欣她不见了，我们找遍了整个村子都没找到，你看到她了吗？程知青刚才在路上摔了一跤，不小心擦伤了脸，我碰巧路过就把她带回我家给她上了点药，现在人已经没事了，你们可以把她带回去了。
李小蝶看着从屋子里慢慢走出来的程星星，脸上还包着块纱布，心疼的上前扶住她。星星这么爱美，这下脸划伤了，她一定很伤心。饭也没吃，她这会儿一定饿了，自己回去再给她煮点小米粥吧。苏知青，今晚真是麻烦你了。那程知青我就带回去了，你早点休息吧。回到知青点后，程星星远远的就看到了站在门口的江淮，觉得有点感动。江淮哥哥还是在意我的。刚准备开口就被江淮打断。程星星，你怎么就那么不懂事呢？大晚上的跑出去，连累了我们大家这么晚了，还要去帮忙找你，你怎么这么自私？如果你适应不了乡下的生活，还是尽快想办法回城吧。我伺候不起你这样的大小姐。还有，你应该去给钟知青道歉。她一个女孩子，你用这么恶毒的语言去攻击她，是不是太过分了？不是大哥，谁跟和你我们啊？你出来找人了吗？你就在这睁眼说瞎话，我们还没说什么呢，用得着你在这替我们讨公道？江淮，你是不是太过分了点？今天晚上的破事儿是谁挑起来的？你心里没数吗？还你照顾我，我怎么不知道你照顾了我什么？你自己非要下乡。江伯伯被你气得不许江伯母给你带那么多钱票和行李，你从上火车开始就吃我的喝我的，你连句谢谢都没有，你还有理了？你吃我的东西还委屈你江大少爷了？行，从此以后咱俩大路朝天，各走一边。道歉，我道你妈的歉。说着就进了后院。好了好了，都这么晚了，大家都去休息吧，明天一早还要上工呢。都散了散了。这边正拖着企图糟蹋程星星的人往后山上走，那人被堵着嘴，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苏黎拖着他来到了这里最高的山崖上，看着地上宛若死狗的人。你说你做什么不好，偏做坚强犯？老娘平生最恨的就是人贩子和坚强犯，今天撞到老娘手上，只能说算你倒霉，下辈子注意吧。说完就拽着腿把人拎起来，直接扔了下去。听着人咕噜噜滚下去的声音，苏黎心情大好，转身离去。第二天早上，苏黎去上工，不远处的树下，李美华和牛二壮正在咬耳朵。二壮，你看那苏知青咋样？娘，她长得不好看，俺喜欢长得好看的，就像钟知青那样儿白白净净的多好啊！俺喜欢钟知青。你个兔崽子，长得好看顶个屁用，能当饭吃还是咋的？你看那苏黎，一个人住那么大个房子，还买了手表和自行车嘞。儿子，你要是娶了她，那这些好东西不就都是你的了？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说到车，我最近就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10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你再看他这么能干活，要是娶了她进门，那咱娘俩不就能享清福了？瞅他那花钱大手大脚的样儿，看起来娘家也是个有钱的准儿。要真和咱们成了一家子，那咱就这辈子就吃喝不愁了。娘，那我要娶她，你赶紧找人帮我说亲去。好嘞，乖儿子，娘就知道你聪明，不像你大哥那个不争气的，娶了个不下蛋的母鸡，咱家脸都快丢尽了。你可得争气，媳妇过门了，可得尽快让她怀上。娘，你就放心吧，我这种子肯定比我大哥的好，一早让您抱上大胖孙子。成，那娘这就找媒婆给你说亲去。对于这里发生的一切，苏黎一概不知。干完活回到家，苏黎正在打游戏，突然传来敲门声。苏黎出门后看到是个陌生的中年妇女。苏黎疑惑地看着她，你找谁啊？哎呦喂，这姑娘长得倒是俊俏，怪不得李爱华一个劲儿催着她赶紧上门来提亲呢。这苏知青的条件也太好了吧，随随便便就能租个院子，我咋没早发现这个好苗子？我娘家侄子还单着呢。不过这苏知青也不一定就能看上牛二壮那个废物，等他拒绝了牛二壮，我就想办法把侄子说给他。我侄子怎么说也是镇上粮站的正式工呢，不比牛二壮那个废物来的强。苏知青，我是来找你的，有你的大喜事儿呢。我的喜事儿？可不是，苏知青，你想，你这孤身一人在这村子里住这么大个房子，就没想过找个男人回来搭伙儿过日子，这样家里也有个撑腰的。这不，咱们村儿李婶子就瞧上了你，托我来给你说媒呢。你要是没看上，我这儿还有个更好的，我娘家侄子可是镇上粮站的正式工，那可是铁饭碗。你嫁过去，那就请等着享清福吧。你看怎么样？苏知青，你只要点个头，那我立马安排你们俩相看。我爸妈在我下乡前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不要在乡下找对象，他们会在城里给我安排的，让我等几年回城了再考虑找对象的事儿。婶子，再说了我还小呢，不急。刘媒婆急得跳了起来，那咋行啊？等过几年回城了，你都年纪大了，怎么好找对象呢？还不如听婶子的，就在这找个知根知底的，日子也好过些，你说是吧？那有什么？就凭我爸是金世钢铁厂的主任，我舅舅是金市革委会主任，我就这样的条件摆在这里，就是30岁了还有人排着队想娶呢。这么早我还需要操心什么找对象的事儿啊？你说是不是啊，婶子？
就怕有些人不长眼，硬是要凑上来找死。那我家里人也不是吃素的，有那个胆子就来啊！这一段话给刘媒婆吓得脸上汗都下来。乖乖，革委会主任，我长这么大见过最大的官就是公社主任了。那革委会来了，就是他们公社的主任也得出来毕恭毕敬的迎接啊。人家还是京市来的，惹不起，惹不起。这苏知青来头这么大，我家可惹不起。这该死的李爱华给我惹上这么个烂摊子，不行，我得找他算账去。这样想着，他的脸上浮现了一丝讨好的笑。哎呀，苏知青，你看，我也是人老了糊涂了，这婚姻大事当然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才好。我刚才说的，你就当我放了个屁就算了。婶子还有点事儿，就先走了啊。说完便落荒而逃，仿佛后面有鬼在撵他。苏黎笑了笑，转身回了院子。他丝毫没有说谎的心虚感。这里的知青除了他，再没有人是京市的了。他们又不能真的跑到京市去求证，那他能有什么怕的？就牢记一句话：出门在外，身份是自己给的，该扯大旗就扯大旗，该仗势就仗势，必要时的胡说八道会给我减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相信不出2天，我这样的好家世就会传遍整个村子。苏黎嫁给自家儿子，恶毒老太竟然指示儿子使用特殊手段，不料被苏黎打杀。咋样了，红英？他同意了没？刘红英一听更气了。好你个李爱华，你知不知道你差点害死我？你家二壮想找老婆，你这个当娘的都不去打听打听人家家里是干啥的吗？我就知道他家条件挺好的，这是怎么了？红英，你干啥生这么大气？刘红英看他是真不知道，就好心提醒了几句。人家苏知青是京市来的，爹是京市钢铁厂的主任，舅舅在革委会当大官，这条件不是咱们能惹得起的。劝你趁早死了这个心，别打人家主意。要是真得罪了人家，你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这番好心提点的话，李爱华全都没听见，就听见了京市钢铁厂几个字。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说到车，我最近就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京市钢铁厂，妈呀，那我家二壮要是跟他成了，那他爹不就能给二壮找个工作啊？怎么着也得是正式工吧？哎呀，那我家二壮不是成了城里人了？太好了！合着我说了半天，你是一个字没听进去。眼见李爱华已经开始做美梦了，刘红英觉得好言难劝，该死的鬼！反正他提醒过了，他要是死活不听，那也怪不到他。撂下一句自己还有事，就先走了。剩下李爱华还在幻想，等牛二壮回来。李爱华神神秘秘地把他拉到房间，牛大嫂已经习惯了。婆婆肯定又得了什么好东西，想拿给小叔子吧？这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到头啊？房间里，李爱华先是告诉了牛二壮苏黎的来头，牛二壮吓了一跳，娘，这苏知青来头这么大，能看得上我吗？李爱华塞给了他的小纸包。傻儿子，来头大又怎么样？还不是被赶到了这儿来做你腿子？这是可乐，儿子，你今天晚上去用这个把它放倒，把事儿给办了。生米煮成熟饭，这人不就是咱家的了？娘，这不是搞破鞋吗？要吃枪掌对吧？我不敢。你笨啊，事儿都办成了，咱就拿这个威胁他，谅他为了名声也不敢声张。真嫌扬出去了，他还想不想在这做人了？到时候等他进了咱家的门，不就可以让他爹给你安排个工作了？娘，你说的对，那我今晚就去。夜幕降临了大地，此时苏黎正在空间认真的修炼异能。他突然感知到了有东西靠近了他家窗户，悄悄地摸了出去，就看到一个身材瘦小的男人正悄咪咪地通过门缝给他屋子里放腌制的烟雾。想到是今天下午那个托人来给他说亲的牛二壮家。很好，看来还是有些人不知死活，那我也不必手下留情，直接现身一电棍给他放。大晚上的给一个女孩子的屋子里放烟雾，这人的心思已昭然若揭。正想着怎么报复回去，脑海里一个念头闪过，那熟悉的诡异的微笑又爬上了他的脸颊。有了这个办法，他一定会喜欢的。3下5除2把人绑了起来，又喂了一大把兽类交配用的药，快速拎起人，把他放到了村子里的某个地方，关上了圈门后，苏黎就转身回去睡觉了，静静等待明天的好戏。啊，不得了了，嘎人了，嘎人了！天还没亮，一声声高亢而又尖利的惨叫响彻了村子。苏黎从睡梦中醒过来，嘴角勾起一抹笑。来了。苏黎向出事地点赶去，到了村子的猪圈那边，已经里3层外3层的围满了看戏的人。他随便拉了一个大婶，装作好奇的样子问：婶子，这是咋了？围着这么多人，出啥事儿了？大婶眼里兴奋的光芒压都压不住。我跟你说啊，是牛家那个二儿子牛二壮，昨天夜里偷偷摸进猪圈，对猪做了那种事儿。啥事儿啊？哎呦，
就是那种事儿。你小丫头片子现在不懂，结了婚就懂了。这么精彩的剧情，最适合在家边运动边看了。说起运动，就离不开一双好鞋子。想要确认自己买的鞋子是否正品，推荐得物 App 的专业鉴别功能，只需上传图片，最快几分钟出鉴别报告。得物鉴别团队已经累计鉴别超6亿次，覆盖鞋服、箱包、美妆、手表、玉石珠宝、酒水、宠物等19个品类，专业可靠。快点我评论区链接试试吧。那牛二壮竟然还有这癖好，那折腾的哟，那个味儿到现在还没散。你说说，还被折腾死了，这不把的脸都丢尽了。怪不得这牛二壮老大不小的人了还不娶媳妇生娃，原来是根本不喜欢女的啊。苏黎还听到了几个人格外的愤怒，这牛二壮咋能干出这样的事儿？这要是传出去，咱们村的脸面还要不要了？就是啊，他干这丑事，还把俺们村儿的猪给糟蹋了，这样人过年咋吃肉啊？我想想都觉得恶心，不行，得让他们家赔钱，赔这头猪的钱。说的是赔钱，必须赔钱。村民们群情激愤，站在人群中央的丁建设脸色铁青。眼看还有几个月就到了年底了，我辛辛苦苦准备了这么久，就是为了年底的先进大队评选。向阳大队能在连续2年获得先进大队的荣誉之后，能再延续之前的辉煌。现在好了，出了命案，还是这种丢人丢到姥姥家的命案。今年的先进大队指定是当不上了。这破事儿要是传了出去，我还怎么有脸去公社上开会啊？李爱华跌跌撞撞地跟了过来，身后还跟着牛大壮一家。娘的二丈啊，你怎么命这么苦啊？是谁害了你啊？我苦命的儿啊，娘吃了多少苦才给你拉扯成人，还没看到你成家呢，你咋就没了啊，我的儿啊？李婶子，你这儿子死的可不冤，谁让他大半夜摸进猪圈对猪做那事儿，还叫猪给折腾死了，丢不丢人啊？你胡说，我儿子昨晚明明是去找……声音戛然而止，他惊恐地发现自己说不出话来。围观的人好奇了，你儿子昨晚上去找谁了？你倒是说呀。是他，就是他。李婶子，你这可就是冤枉好人了呀！我这才刚来向阳大队2天，我上哪认识你儿子去啊？更别提让他大晚上来找我了，这不是乱搞男女关系吗？这丑事儿我可干不来。婶子，您别为了给你儿子脱罪就来攀咬我呀！你这个小贱蹄子，我儿子就是在跟你处对象，是你勾引的他，让我儿子晚上来跟你私会，就是你害的他，你这个毒妇，我可怜的儿子啊！苏黎直接打了李爱华一巴掌。我个人最讨厌的就是别人拿手指着我，你要是再抬一抬你这个贱爪子，我不介意砍了他。你说我在跟你儿子搞对象，你有证据吗？没有，我可是要上帽子局告你诽谤的。啥？帽子局？咋就要闹到去帽子局了呢？李爱华有些慌，但他很快就镇定了下来。我没有证据，但是我敢发誓，你要是没和我儿子搞对象，我就天打雷劈。你放屁！这种嘴上说说的发誓也能拿来当证据？要是人人都学你，以后只要撒了谎就拿发誓这一套来糊弄过去，那要帽子局来是做摆设的吗？率先跳出来的竟然是程星星，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车，我最近就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苏黎意外地看了他一眼。没错，苏知清的人品我和星星都可以作证，他那么善良热心的一个人，怎么会干出你说的这种事呢？这位李婶子要是拿不出什么确定的证据证明苏知清是凶手和乱搞男女关系的人，那还是抱帽子的。相信帽子同志会查出真相，还苏知清一个公道的。善良、热心，这词是用来形容我的吗？这姑娘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解？李爱华嗷的一声冲上前去想要挠他们，被突然出现的王渊怒吼一声：干什么？想欺负人吗？吓退了李爱华。李小蝶看了一眼挡在他面前的王渊，悄悄红了脸。忽然一道四目的闪电直接劈到了李爱华，就看到李爱华头发竖了起来，身上被劈得焦黑，嘴里还吐着白烟，坐在地上。嚯，这是真被雷劈了，这李爱华真是在撒谎啊！可不是，我刚才看他那样子，我还真信了他的鬼话。遭报应了吧？叫你乱说话，真被劈了呀！难不成真有报应这么一说？不可能，不可能！我没撒谎，我没撒谎，我说的都是实话。我儿子昨晚就是去找苏黎了，我要是撒谎了，就让我全家不得好。还没等他最后那个字说出口，牛大嫂已经扑了过来，狠狠地给了他一巴掌。闭嘴！你还嫌我们给你拖累的不够多呀？现在还想让我们跟你一块去死？刚才的雷怎么不劈死你啊？你竟然敢打我！一个不下蛋的鸡，谁给你的胆子打我？我要让大壮休了你！好啊，反正你们家这猪狗不如的日子我是过够了。一起让牛大壮今天就跟我到镇上办离婚，他不来就不是男人。娘，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你真要把我弄得家破人亡，你才满意是吗？李爱华躺在地上，
愣愣地看着这个平时沉默寡言的大儿子。儿子，不是。娘，这些年我和秀珍是怎么对你的，村里人都能看到。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村里人也能看到。从今天起，你只当没我这个儿子，以后咱们没有任何关系。我有我自己的日子要过，你以后别来找我了。这生养的恩，我们全家受了这么多年苦，也该还完了。由于牛二壮和李爱华这事太不光彩，丁建设叫上了村子里几个德高望重的老人。李爱华因儿子糟蹋猪的事情遭到老弟太太唾弃，苏黎冷眼旁观，拍手叫好，转身上山采野货，不料遇野猪袭人。救命啊！救命啊！野猪，有野猪，快跑啊！苏黎目光一凛，直接飞身上树，借着茂密树丛的掩护，探出头去观察树下的情况。只见远处一大一小的身影快速朝着苏黎所在的位置狂奔，而他们的身后跟着一只膘肥体壮的野猪。危急关头，那个小一点的女孩不知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跌倒在地上。男孩回头惊呼：“妹妹！”已经来不及了，野猪距离女孩咫尺可近，千钧一发之际，苏黎从天而降，狠狠的一刀劈在了即将要咬上来的野猪头上，野猪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地。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说到车，我最近就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温热的鲜血溅了苏黎一脸一身。靠，我有洁癖癌呀！哥哥，我差点就干了，我好怕。赵一舟一边轻轻拍着他的背安慰他：“好了好了，没事了，依依，我们得救了，别哭了，谢谢姐姐救了我们。”行了好了，不用客气。你们2个小孩没事跑山上来干什么？今天要是没遇到我，你们怕是已经升天了。你们家里的大人呢？就这么由着你们乱跑，也不管。我爹是当兵的，受伤了退下来了，一条腿废了。我娘看他不能干纯活了，就丢下我们跑了。我们已经1天没吃东西了，就想着上山来找点儿吃的，没成想就碰上了野猪。要不是遇见了姐姐，妈今天就没命了。姐姐，你就是我们的大恩人，我们以后一定会报答你的。好家伙，这不是我经常看的一些年代文的男主标配吗？这个时候一般就会出现一个家世好，还得有一身好医术的女主，治好了男主的腿；要么就是身怀绝技，有无限物资的女主，嫁了过去供养一家老小，从此一家人直接走上人生巅峰。等会儿，这个第2个人设怎么这么眼熟？他也没再细想，从背篓里掏出几个野鸡蛋递给他：“给，拿回家煮了吃吧。”不，姐姐，我不能要。苏黎不耐烦了，直接塞进2人的口袋。给你们，你们就拿着，赶紧跟我下山，不然一会儿把狼给招来了就走不掉了。那这野猪怎么办？姐姐，咱们是要下山叫人来抬吗？搞这么麻烦干嘛？苏黎说完就一把扛起了野猪。走吧。2人就这么晕晕乎乎的跟着苏黎下山了。走到村子口，几个婶子还是坐在树下聊天，远远看到一个血人走了过来，都吓得跳了起来。妈呀！直到那个血人把一头200来斤的野猪扔在地上。婶子，是我是苏黎。郑桂芳才认出来这个血刺呼啦的人是苏黎，看了看地上的野猪，又看了看苏黎。苏知青，这野猪是你打的？苏黎笑了笑，是，刚才进山去了，劳烦婶子把大队长叫过来商量着分肉，喜滋滋的就跑走了。村子里的人听说要分肉了，都十分兴奋，带着盆就来了。等人都聚集齐了，丁建设大声的宣布：今天咱们大队能分到肉，都要感谢苏知青，是他一个人打到了野猪，还扛下了山。来，我们给苏知青鼓掌。那我们现在开始分肉，这只野猪是苏知青打的，那苏知青拿5斤肉，大家有没有问题？没问题。丁建设给他割了5斤纯瘦肉。轮到赵家兄妹的时候，苏黎让丁建设割2斤给他们。这时有人不干了：我说苏知青，这野猪是你打的，你已经分走5斤肉了，这赵家的凭什么能分2斤？苏黎眯着眼看了看这老婆子，就凭这野猪是他们发现的，没他们我还打不到这野猪。他们分2斤多吗？你要是有意见，你就别要这肉了。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说到车，我最近就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嘿，你这小丫头片子，我还没说什么呢，凭什么不让我分肉？钱招娣被他儿子扯了一下，老老实实闭嘴了。苏姐姐，我一定会报答你的。走，哥回家给你炖肉去。赵一舟带着赵依依回了家后，自己则进了厨房开始做晚饭。很快炖肉就被端上了桌子。爹，妹妹，吃饭了。哪来的肉？苏姐姐打的。我们在山上碰见了野猪，是苏姐姐救了我们。你们怎么能跑到山上去？
赵寒松顿时急了，我们一天没吃东西了，饿得不行，才想着到山上去找点吃的，没想到引来了野猪，是新来的知青苏姐姐打死了野猪，救了我和妹妹，不然我和妹妹早就已经死在山上了。赵寒松很是诧异，你们怎么会一天没吃东西？家里没有粮了吗？早就没了，爹。是我拖累了你们，我这个废人现在还不如去死了好。赵寒松无助地捶着自己的腿，爹，你别这么说，都是那个女人，她偷了家里所有的钱跑了，不然我们也不会过成这个样子，她才是罪魁祸首。小周，不许这么说，她再不好也是你亲娘，是她拼死生了你。如果可以，我宁愿不被生下来，也不想要这个娘。第二天一早，苏黎出门，却见到他家门口整整齐齐地码着一堆干柴。本来觉得奇怪，想了想，应该是赵家那个小孩送来的。赵一舟是个好孩子，那个赵依依嘛，不好说。看着他的眼睛，总有种喜欢不起来的感觉。算了，本来也不关我的事。这种家庭出来的孩子有点子心眼也好，只要不把心思动在坏事上，都是可以的。一连好几天，苏黎每天都能收到一大捆柴火。赵一舟，过来。苏姐姐。苏黎拿了一个纸包塞给他，拿着。他下意识地接了过来，纸包是温热的，打开一看，里面是6个玉米面馒头。姐姐，我不能要。苏黎一把按住了他的手，给你就拿着，又不是白给的，你都帮我找了那么多柴了。说完就转身回屋去了。赵一舟紧紧地抱着怀里的馒头，又想掉眼泪了。回到家里，赵一看见了他怀里的纸包，眼睛一亮，人贩子污蔑苏黎偷钱，想借机把他掳走，不料他们碰到了硬茬。苏黎手持2把西瓜刀，直接追打2个新黑人贩子一晚上。接上集，他是不是给你好吃的了？赵一舟拿了一个馒头递给他，赵一迫不及待地接过来，狠狠咬了一大口。我就说苏姐姐肯定不忍心看你一直帮她拾柴火，你看，给你吃的了吧？就是怎么是玉米面馒头，不能给2个肉包子吗？我都好久没吃过肉包子了，她可真小气。闭嘴！你以为捡几捆柴火是什么了不得的大活吗？苏姐姐是好心才给了几个馒头，要是没有她，你早被野猪给吃了。你还在有脸这说这说那的，你那么有能耐，苏姐姐给的东西你别吃啊！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说到车，我最近就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赵一脾气上来了，不吃就不吃，谁稀罕啊？说着把馒头往地上一扔，就跑出去了。馒头在地上滚了几圈，沾满了灰尘。赵一舟心疼地捡起馒头，放进嘴里慢慢地咀嚼起来，一股深深的无力感蔓延了他的全身。第二天，苏黎去镇上拿包裹，突然从路边窜过来一个老太太，一把扯住了他，就嚎了起来。哎呦，桂花儿啊，奶奶可找着你了，快跟奶奶回家，咱家人为了找你都快急疯了，下次可不许这么闹了啊！走，跟奶回家。紧接着一个壮汉3步并作2步上前，架着他的胳膊就要拖走他。你个不孝女，偷了家里的钱就跑出来，你娘为了你眼都快哭瞎了，还不快回去跪着跟你娘道歉？他们这边闹出的动静不小，有人看了过来，老太太一边死死地拽住他，一边向路人解释：俺家这臭妮子不懂事儿，偷了家里的钱跑出来好几天不着家，我们费了老鼻子劲儿才找到他的。大娘，那确实该打。我这个运气，出来一趟还碰上拐卖了呗。行，今天你们撞到老娘的头上，算你们倒霉。苏黎便装作不情愿的样子挣扎，那大汉给老太太使了个眼色，一条沾了药水的手帕捂住了苏黎的嘴，他作势晕了过去。2人一起架着苏黎向一条巷子深处走去，越往巷子深处走，大汉越觉得奇怪。牛阿婆，我咋觉得这么不对劲呢？怎么这会这么顺利？这小丫头都不带反抗的，不会有什么问题吧？能有什么问题？任他有天大的本事，不还是落到了我们手里？这可是最好的麻药，没2、3个时辰都不带醒的。等他醒了，早就被卖到山里去了。她一个小丫头片子能翻得起什么风浪？这回的货可都是好的，一定能卖个好价钱。听老太太这么说，那汉子也没再纠结，2人7拐8绕的来到一处院子前，谨慎的看了看四周，轻轻叩了3下门，里面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天王盖地虎，小鸡炖蘑菇。门打开，2人把苏黎带进屋子，随意的把他扔在地上。对老娘，杂种们给我等着吧。他们锁上门出去了。苏黎趁机睁开眼睛，悄悄打量了一下四周，只见不大的屋子里还绑着了2、3名和他年纪相仿的少女，角落里还躺着一个看起来只有5、6岁的小男孩，都处在昏迷状态，看来是药物的作用了。这时屋外传来说话的声音：虎哥要的货都备齐了吗？备齐了，备齐了，您尽管放心。您看我这个酬劳，急神了，晚上虎哥亲自来验货，这事儿办得合了他的心意，还能少了你的酬劳。对了，那小子没出什么事吧？那可是2代的儿子，那位先生亲自交代过，绝对不能有任何闪失，一定得给这小子卖得圆圆的。您放心，我都盯着呢，出不来错。那就行，盯紧了，
要是出了什么差池，咱们都得完蛋。院子里的说话声停了，苏黎闭上眼琢磨着，二代家的儿子，这是得罪了人啊，要给人家儿子拐了去。看来晚上这几个人汇聚到一起交易，到那时就是我动手的好时机。突然角落里的小男孩开始哼哼唧唧了起来。这么好看的视频看饿了，没有零食怎么行？这是我在抖音商城刚入的百草味酸奶山楂丁，解馋又解压，酸酸甜甜很好吃。领券后还不到10块，我最近都在抖音商城试吃，身边的人都在这里试吃，官方正品，超多解馋的零食新品，好吃又划算。点商城，进大牌试用，或直接点击评论区，快选选吧。苏黎探头看了一眼，坏了，这孩子发烧了，脸已经被烧得通红了。顾不得其他，苏黎从空间里拿出来退烧药，引出了一点点灵泉水为他服下。任一安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就看到了抱着他的苏黎。姐姐，我是不是已经到了天上了？你是天上来接我的仙女吗？苏黎乐了，压低声音凑近他说：“你还没到天上呢，我是来救你的。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任一安。好，任一安，你现在就乖乖闭上眼睛睡一觉，等你醒了，你就可以回家了。说完，小男孩就真的闭上眼睛了。夜幕降临，苏黎正安静地躺着闭目养神，突然门锁被打开，好几个人进了房间。苏黎悄悄地把眼睛睁开一条缝，看了一下情况，为首的是一个5大3粗的男人。虎哥，您瞧瞧，这批可都是上好的货，这可值不少钱呢。还有哪位县长家的儿子，我给看得好好的，一点差错也没做。被称作虎哥的男人扫视了一眼，你这差事办得不错，我要好好奖励你。说着就给他手下使了个眼色。一个瘦高的男人心领神会地走上前，从兜里掏出一卷厚厚的钞票要递给他。大汉笑容满面的刚准备伸手去摸，忽然就仰面朝后倒下，双手捂住脖子，一双眼睛死死地瞪着虎哥。好家伙，黑吃黑啊，这是。从苏黎的角度看过去，男人的脖子被割开了一个极大的口子，鲜血几乎是喷涌而出，倒在地上挣扎了几下，很快就没了声息。那个老太婆呢？都处理好了，虎哥放心。霍爷，把这些货运到车上，咱们连夜离开。男人答应着，伸手就要扛苏黎。苏黎猛地睁开眼睛，一双手如狼爪一般迅速卡上了男人的脖子，微微一使劲，男人就已经向旁边倒了下去。虎哥听到动静刚回过头，苏黎已经飞起一脚将他整个人狠狠踹在了墙上，晕死了过去。随后苏黎才叫醒了周围的女孩，她们醒来惊恐地环视四周，看到了地上的尸体和角落里被绑着的2个人，一下子就哭了出来。是你救了我们对吗？我还是黄花大闺女的。晚上这么多人来，帽子局干嘛？我们是被拐卖的，刚从人贩子手里跑出来，现在是来报警的。几个帽子的表情严肃起来。你们跟我过来。此时任一安已经醒来了，睁着懵懂的眼睛好奇地问：姐姐，这是哪里？姐姐很快就能送你回家了。办公室里，周清扬已经2天没合眼，整个办公室里都是浓烈的烟味儿。这段时间县城里突然多了很多起人口失踪案，就连任大哥的儿子也不见了，连日带着人多方排查，却总是行动受阻，看来是自己人里出了叛徒啊。门突然被大力推开，小王3步并作2步兴奋地窜了进来。老大，找着了！周清扬一惊，立刻站了起来。人在哪？在外边。不等他说完，周清扬已经大踏步走向审讯室。走到门口时，正听见里面的对话声。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说车，我最近就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朱同志，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在已经遭遇到了拐卖之后，主动来向警察求助。现在我问你，你又什么都不说，你是拿我们当消遣的吗？我不是要故意拿你们开涮，只是这件事很可能涉及到的范围有点敏感，我必须要找一个有足够话语权，能够控制住事发后的走态的人来，我才能把真相和盘托出。哎，你这个小同志，周清扬已经推门进来了。周队长，小赵，你先出去，我来跟这位同志谈一谈。苏同志是吧？我是清平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我应该就是你想找的人。你现在可以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了吗？好，那我告诉你，我怀疑清平县干部组织里有人和人贩子组织勾结进行人口拐卖。周清扬目光一凛，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我当然知道，而且我也可以为我说过的话负责。我偷听到了绑匪的谈话，他们提到想要拐卖任一安的是一位先生，并且说明了任一安的身份是县长的儿子。这是有什么仇才会让人贩子去拐了人家的小孩？看你的样子，应该是为了这个拐卖人口的事儿，几天没睡好了吧？你想没想过，为什么你们每次都摸不到他们的尾巴？当然是有人在给他们通风报信啊！而且还敢这么做的人，职位一定不低，并且和县长有仇的人，想查的话，顺着这条线索去查就好了。如你所说，绑匪有好几个人，你们是怎么逃出来的？他们轻敌，以为给我下的迷药够亮，就没给我绑绳子。我提前醒了，就把他们打了一顿，捆起来了，这才跑了出来。而且他们黑吃黑，在我动手之前，把拐我的那2个人给杀了。你看到死人不害怕？怕有什么用？我要是害怕的话，现在只怕是已经被卖进深山里，再也回不来了。那伙人在哪？
我带你们去。周清扬亲自带了一队人，在苏黎的指引下顺利找到了那间院子。一进房间就看到地上的一具尸体和墙角被绑得严严实实的2个人，看着几人被打得头破血流的惨状，周清扬的嘴角抽了抽，看向了苏黎，后者则装作无辜的转过头去。这小丫头看着白白净净、弱不禁风的样子，下手怎么那么黑呢？但是还别说，打得好。相信小女孩为了脱贫，竟然怂恿自己瘸腿爹爹追求白富美女至亲，没想到女至亲根本不吃这一套。就在女孩泄气时，跟别人跑的母亲突然回家要跟他们一起好好日子，只因为她手握男人今后会成为首富的惊天消息。废物，都是废物，这么点小事都办不到，我养你们来干什么吃的？是属下的失职，是这次被绑的人里面有个小丫头，打阴了我们的人，救走了那孩子。借口，都是借口！你们安排的人居然被一个小丫头解决了，你们不嫌丢脸，我还嫌丢脸！去查，给我查，找到这个人，敢破坏我的计划，我要让他付出代价。还有，想办法跟那边撇清我们的关系，尾巴给我收拾得干净点，其他人没放下警惕前，不许再动手。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说到车，我最近就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而这边回到大队的苏黎对危险一无所知，悠闲的干着活。苏知青，我是来感谢你救了我家2个孩子的，我没本事，弄不来什么好东西，这半斤红糖就当给你的谢礼。那我就收下了。不知道为什么，在见到这个男的第一眼，心里竟控制不住的对这人产生了一点厌恶的感觉。这是怎么回事？我从来没对任何人有过这样的感觉。不想与这人过多交流，苏黎选择收下东西，快点将这人打发走。赵寒松见苏黎收下了谢礼，就识趣的找了个理由离开了。这人感觉很不对劲。赵寒松回到了家里，赵依依迫不及待的迎上前问：爹，怎么样？人家根本不愿意搭理我。他怎么这样啊？爹，你怎么说也是之前也是上战场打仗的军人啊？他怎么这么没礼貌？赵寒松的脸上也满是尴尬。之前来的那些知青，一听说我是因伤退伍的军人，立刻肃然起敬，再和他们随便聊一聊军营中的事情，都非常崇拜和尊敬我。可偏偏这位不一样，好像一副根本懒得理的样子。爹，他看起来家里可有钱了呢。昨儿个我还看到有人开着小汽车来找他呢，提了好多的东西。要是他能当我娘，那我们不就过上好日子了？爹，你说是不是？他看着很像是那种脑子不好给自己找不痛快的人嘛，放着自己一个人好好的日子不过，要来给你当后娘，起早贪黑干活来养你，没到晚上怎么还做起梦来了呢？爹，你看哥哥，他又骂我。小周，怎么跟你妹妹说话呢？我不是叮嘱过你要保护妹妹吗？就你这样，我怎么放心？妹妹，拉倒吧！你问问他把我当哥哥了吗？小年纪不学好，尽想着走邪门歪道，自己懒得要死，还光想着享受。我看他以后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们养他一辈子？赵一舟没惯着他，直接一顿输出。输出完后，他发现自己的心情突然好多了，随即转身就出门了。身后传来了赵一尖锐的哭闹声和赵寒松手足无措的安慰声。急，女人为跟男人重修旧好，打算一一清理男人身边的阴阴面面，反手给苏黎挖坑。不料苏黎早已经识破他的诡计。你是苏知青对吧？我在这打听了好一会儿了，可算是见到你了。你是哪位？我是赵一舟和赵一一的娘，我叫张方云。我是听说苏知青前段时间在山上打死了野猪，救了我家2个孩子，我是来感谢你的。今天中午就去我家吃饭吧。吃饭就不必了，那赵同志之前已经把谢礼给我送过来了，多谢你的好意，我就先回去了。苏知青，你知道改革开放吗？苏黎心中一惊，竟然还有另一个穿越者！你在说什么，张同志？我怎么一点都听不懂？你还有别的事儿吗？没事，我就回家吃饭了。张方云死死地盯着苏黎的脸，想要从他的脸上找出点破绽来，很可惜，他什么也没找到，只得不甘心地看着苏黎的背影远去。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说到车，我最近就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难道苏黎不是重生者？可是当初那本书根本就没有出现过苏黎这个人，现在却突然出现在这里。而苏黎这边回到家，也开始思考起来，他到底是重生的，还是穿越的，又或者穿书？如果是重生的话，那么按理来说，他根本不可能特意来试探我改革开放的事情。这人就算是上辈子也跟原身没有任何交集，可他的表现却好像是在看一个本不该出现的人出现在这儿，那就是穿书。
如果是穿书话，那倒是可以说得通。消失了几年的张方云突然回来，说明这里肯定有他图谋的东西。看来这本书的故事背景就在这里啊，难怪他一副你不该出现在这里的样子。如果不是他接替了原主的身体，那这小姑娘早也死在了下乡的前几天，确实不会出现在这儿。那到底是什么东西能让他图谋呢？赵寒松的配置放在书里，妥妥的就是男主的人设，自己竟然也是一本书里的人物，还是个根本就没出场过的人物。那原来拯救这个男主的女主会是谁呢？首先肯定不会是我，别说原来的苏黎早就死了，就算是现在的我来了这里，我也绝对不可能去累死累活当后妈养一大家子。其次也肯定不会是张方云，配置不对，像他这种一看就是男主的恶毒炮灰前妻，重生了之后就回来开始对男主好了，企图挽回他的心了。那赵寒松还真不一定会和那个原女主走到一起了。等一下，小说女主的标配，家世好，可能会医术，长得也肯定也得好看。他记得之前程欣欣好像提起过，他跟自己的外公学过医。不会吧？难道是他？就是吧，这人试探的方式是不是太蠢了点？就这么明晃晃的直接把自己的底牌亮出来了，跟我贴脸硬刚啊？他是真有自信，还是根本还就是个蠢货？答案已经显而易见了。对于这种人，要是敢犯到我手里……苏黎眼底的杀气一闪而过，破鞋重生一次，发现前夫以后是京城首富，竟妄想复合，不料惨遭拒绝。随即巧遇仙人给他指点迷津。韩松，难道这么长时间你不想我吗？其实我挺后悔的，当初是我鬼迷心窍，被朱由蒙了心。王志胜对我非常不好，天天虐待我，我还想跟你在一起，让我回到你身边吧，我一定会做个好妻子的。你忘了你之前做了什么的吗？你给我滚！我不想看见你。张云芳慌了，他不能错过这个机会。韩松，你听我狡辩，你听我解释，你知道我这些年有多后悔吗？我真的是日日夜夜都想着你，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就不能原谅我吗？平时我们做不成夫妻，还不能做朋友吗？你今天要是不答应原谅我，我就死给你看！只要能取得他的原谅，跟他当个朋友，也能进一步拉近关系。俗话说得好，先是朋友，后是妹，然后再是小宝贝。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了，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说到车，我最近就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赵寒松这个人实在太老实，见张云芳要死要活，怕闹出人命，立马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答应你还不行吗？你先下来，我只是觉得我们应该分开几天冷静一下。我们现在都不是夫妻了，老住一间房对你的名声也不好。我不管，阿松，我要跟你复婚。你知不知道我在外面的这几年有多想念你和孩子？我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才能回来见你们？你就这么狠心吗？方云，我们2个已经不可能了，你为什么就是不信呢？这时，张方云充满诱惑性的话语在他耳边响起：阿松，今晚就让我好好服侍你吧。他没有再拒绝，两人双双倒了下去。第二天，当张方云醒来时，屋子里没人了，而炕头却放着一碗红糖鸡蛋。他笑了，没有枉费我昨天晚上如此辛苦，将自己学到的东西统统用在了赵寒松的身上。他一个农村人哪里见识过这些花样？过2天得去镇上看看，抓点药回来喝，争取快一点把自己的身体调养好，尽快怀上孩子。有了孩子之后，自己就再也不用担心地位会被动摇了。只是那个叫程欣欣的女人，怎样才能解决掉她呢？要是她也嫁了人就好了，这样他们就再也没有可能了。对啊，自己可以想个办法让她嫁出去啊。村子里那么多光棍，多的是娶不上媳妇的，我怎么没早点想到呢？可以随便找个人，让她去坏了程欣欣的名声。现在流氓罪这么严重，她要是被举报了，不想被抓去游街吃枪子，就只能找个人嫁了。这个主意简直太棒了。而苏黎这边也不太平，一出门就被盯上了。难道有人在监视我？会是谁呢？苏黎的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难道是上次那伙人的同党来找我报仇了？除了这个还能有谁？来得好啊，正巧我最近的日子无聊了些，找点刺激也不错。那个人不会躲太久的，估摸着这2天就该动手了。这天晚上，苏黎熄掉了屋里的煤油灯，若无其事的上炕睡觉。最后多说一句，快过年了，开车回家有面子，赶紧上瓜子选车吧。是苏黎吧？你得罪了人，有人从高价买你性命，受干吧！说完就举香蕉刀砍了过去，在刀口即将劈到苏黎的身上时，他意念一动，消失在原地，屋子里顿时黑了下来。这下给杀手吓得不轻，以为自己是见鬼了。随后他就听到身后一阵诡异的笑声传来，杀手头皮发麻，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苏黎就已经一棍砸晕了他。看着晕倒在地上的杀手，苏黎直接将人收进了空间，自己也进空间了。哗啦，一桶混合着半桶冰块的水浇在杀手的身上，直接将他硬生生冻醒了。他被砸醒了之后，就发现自己被铁链子紧紧地绑着。说吧，谁派你来的？杀手知道自己这回踢到了铁板，颇有骨气地扭过头。我是不会说的，要杀要剐随你的便。
看到这么精彩的地方，手机没话费了，可怎么行？还好月初我在抖音商城充值中心领了话费券，操作简单到账快。现在点商城进充值中心或者点评论区，就有机会领1到4元话费券，赶快进评论区看看吧。哟，嘴还挺硬，希望你能一直这么硬气。哎呀，他发出了惨绝人寰的叫声，苏黎也没惯着他，又直接废掉了他的左腿，这才停下手来。怎么样，要不要说？有本事，你就给我个痛快。那不好意思，没这个本事，而且我小心眼儿。苏黎说完就利落地砸断了他的2只手，杀手直接痛晕了过去。苏黎直接又给他浇了2桶冰水，强迫他醒了过来。你说不说？不说我就接着来了呀。别打了，我说就是了，这女的简直就是个魔头，我今天算是彻底栽了。早这么配合我不就对了吗？说吧，要是敢有一句假话，仔细你的皮。是，雇主是金氏任家人任月，他花了200块钱雇了我来取你的性命，说你破坏了他的好事，要让你付出代价。苏黎大怒，一巴掌拍了下来。岂有此理！老娘竟然就值200块！杀手本就身受重伤，冷不丁来了这一巴掌，直接一口鲜血喷了出来，魂归西天了。现在的杀手这么差劲的吗？无所谓了，反正该问的都已经问出来了。任家人任月，京市人，说自己坏了他的好事，是指拐卖小安那件事吗？也就是说，设计拐卖小安的幕后主使就是这个任月了。只是没想到出了我这么一个变数，计划被破坏了，他就要来找自己寻仇了，好得很。此时苏黎已经把任月记上了一笔，拉入他的头号复仇名单。只是这人现在在京市啊，目前还不好下手嘞。看来过2天我得去找一趟任卓了。相信这个消息，他应该也是乐意听的。嫌弃的看了一眼台子上的杀手，苏黎出了空间，趁着夜色一路往后山赶去。等到了上次来过的悬崖处，苏黎直接又给人扔了下去。山底下那条蟒蛇也好长时间没来喂了，这新食物就自己送上门了。苏黎凭着精神力加持往下看去，直接看到了崖底的情况。那条蟒蛇已经被新鲜的猎物吸引，从洞口里爬了出来，已经开始吞吃猎物了。看到这里，苏黎才放心的回家睡觉去了。他心里突然又蹦出来个想法，要不下次再找个机会，再往深山走一点，尝试用异能去打猎。老是没有实战的机会，他的异能都快要忘了怎样去战斗了。决定了，这个月就去一趟深山里打猎，好好练习一下他的异能，说不定还能像别的年代文女主一样，直接在山里发现了一个藏宝洞，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这样一想，苏黎不由得直接笑出了声。本期视频由得物独家冠名播出。最近剪视频这么顺畅，多亏我在得物换的新电脑，关键是没花1分钱，因为抽中了得物2888元购物金，好多人都晒出了中奖记录，抽中了直接到账，快点评论区链接参与。还挺实诚的，租车哪用得着5毛钱？不过话说回来，当初张姨说隔一段时间就把租房子的钱寄给我，明天我也去镇上看看吧。点心我收下，钱就不必了。正好明天我也去镇上取东西，一起吧。真的，谢谢苏知青，你人真好。那明天咱们什么时候去呀？明早8点，等我发完农具去，早去早回。下午下工还得收农具。好，那我先回去了。苏知青，点心给你，晚安。程欣欣把盒子往他手里一塞，道了一声晚安后，就欢快地跑回去了。第二天，苏黎骑着自行车载着程欣欣直接去了县城。到了镇上后，苏黎和程欣欣分头行动，一个去供销社，一个去邮局。苏黎从邮局取了东西，按约定到了国营饭店，拆开了陈怡写给他的信，上面是一些关心的话。阿里，房子已经租出去了，租金每月15块，上个月的我已经随信寄过来了，以后会每个月月底按时给你寄钱。包裹里是2件张奶奶做的棉衣，一件厚的，一件薄的，到了冬天穿正好。在乡下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他刚看完了信，程欣欣就过来了。苏知青，今天我请客，不许拒绝。咱们运气太好了，今天都是刚出锅的新菜。身后突然有人在叫他们，苏知青、程知青，好巧啊，你们也是来吃饭的吗？两人不约而同地抬头看去，就看见钟瑶一脸惊喜地看着他们，旁边还站着一个臭脸战神江淮。也不知道摆那个死样子给谁看的，晦气！不知道程知青、苏知青介不介意让我们一起拼个桌？谁要和你这么个恶心人的玩意儿吃饭？有多远滚多远！声音极大，引得饭店的人纷纷侧目。钟瑶没想到程欣欣会在大庭广众前这么下他的面子，身体晃了晃，眼圈直接红了。程知青，我是做错了什么让你对我有这么大的恶意？如果我真的有做的不对的地方，我向你道歉好吗？周围的人不明所以，但是在钟瑶精湛的演技下，天平就下意识地偏向了他，纷纷开口指责程欣欣：你这个小丫头怎么嘴巴这么毒？人家怎么忍你了？你这么骂人家？就是啊，还不快给人家道歉！程欣欣猛地一拍桌子：钟瑶，上次你偷我东西那事我都没找你算账了，你自己给脸不要脸，又上门来找事儿是吧？那你也别怪我给你难看。你们评评理，要是你们干了一天的活回到家，有人把你的那份饭做主送给别人了，还说你这么善良，一定不会介意的吧？你是什么心情？不问自取是为偷。我的东西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做主了？你是不是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了？想讨好男人，你拿你自己的东西讨好去，用我的东西什么意思？呵，知人知面不知心啊！这小丫头看着斯斯文文的，怎么还偷人东西呢？谁说不是呢？要是是我的话，谁把我的东西送了人还
还过来跟我放这种屁，老子牙都给他打掉！议论声清晰地传到了这边，钟瑶的脸色极其难看，也装不下去柔弱了。亲，上次的事情只是我一时想差了，这才做错了事，你又何必这样咄咄逼人？别，我可担不起咄咄逼人这4个字。你现在倒是来跟我说你想差了，这事儿都过去1个月了，我怎么也没见着你来给我道歉呢？程欣欣丝毫没惯着他，直接将钟瑶的脸皮撕下来放地上踩。苏黎看着程欣欣，眼底尽是笑意，这人能处，有事儿他是真上。程欣欣，你够了，不就是一点小事，你至于这么揪着不放吗？我代替瑶瑶向你道歉行了吧？哟，我这还没说什么就急着跳出来护了呀，这瑶瑶瑶瑶的叫的可真亲密，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之前是瞎了眼才会同意和你订婚，吃我的喝我的，拿着我的东西去讨好别人是吧？现在婚也退了，把我下乡之后借你的钱，给你的吃的喝的全部都给我还回。这么精彩的剧情，宅家刷剧的同时再来点饮料再好不过了。还好我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买了 AD 钙，酸甜可口，价格实惠，这一单不到9块9，我还买了好多其他小零食，好吃又便宜。现在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入同款，而且现在有超多优惠券限时发放，买到就是赚到，就在评论区先到先得。那都是你自愿给我的。之前自愿是因为你那时候是我的未婚夫，而且我给你钱的时候，你可是说了这算是借我的，会还给我的。你现在都不是我未婚夫了，我干什么要借你钱？赶紧还钱，要不我就写信去你家里要了。程欣欣，你一定要将事情闹得如此难看吗？合着到现在都是我在闹呗？哎，都是我不好，碍着您2位高贵的眼睛了，我不该到这儿来吃饭，请2位自觉点，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少在这儿给我废话，还钱！我现在没这么多钱，你先宽限我一段时间。行啊，我呢也不会强人所难，但我总得留下个凭证吧。这样吧，你给我打个欠条，就写2个月之内欠我的钱全部还清，正好今天在场的这么多人当见证，我也不怕你赖账是不是？江淮没有办法，只得在众目睽睽之下打了欠条。行了行了，欠条我收下了，赶紧走吧，别站在这儿，吃饭都吃不下去了。江淮羞愤的想要直接冲出饭店，被钟瑶拉住。待会别走，我们还没吃午饭呢。瑶瑶，我没钱了。没关系，待会我这里还有钱，我去买汽水。程欣欣撂下一句话，便匆匆起身，只留下苏黎坐在原地憋笑憋得辛苦。拿到汽水后，程欣欣看了看站在一旁的钟瑶，傲娇的哼了一声，转头就要走。钟瑶心里的恶念再也压不住，悄悄往他的方向伸出了一只脚。程欣欣猝不及防的被绊了这一下，整个人旁边摔去，而他的眼睛不偏不倚的正对着旁边的桌角。若是撞了上去，这只眼睛和整张脸就算是废了。这么短的时间，他根本来不及反应。撞上去最好撞瞎他。千钧一发之际，苏黎闪电般冲向程欣欣，一把抓住了她的衣服，硬生生给扯了回来。还好吗？没事，那就好。腰便狠狠地挨了一巴掌，整张脸被打得偏了过去，满眼的不可置信。他怎么也没想到，苏黎竟然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对他动手。苏知清，我和你无冤无仇，程知清差点受伤，你着急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这不代表你就可以随随便便的迁怒我，对我动手。你确定我是无中生有，故意迁怒你？你当然。话已经到了嘴边，钟瑶却发现对上苏黎冷冷的眼神，他竟然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心底没来由的生出一股深深的惧意。滚！此话一出，钟瑶再也不敢多说一个字，低着头哆哆嗦嗦的跑出了饭店。经此一遭，苏黎和程欣欣也没胃口吃饭了，打包了剩下的饭菜，两人骑着自行车就回去了。路上，程欣欣沉默的坐在后座，也不像早上那样叽叽喳喳的了，手紧紧的攥着苏黎的衣角。苏黎心知这是被吓着了，也没多说什么，直接一路蹬着自行车将他送回了家。哎呀，怎么卡住了？原来是没话费了，月初该充话费了。我在抖音商城充值中心刚领了3元话费券，真的太香了，充值到账快，方便，来给大家送福利了，超简单，点商城，进入充值中心，或直接点评论区，就有机会领1至4元话费券，记得点评论区，抓紧上车。程欣欣到家以后，跳下了车，回头就给苏黎鞠了一躬。苏知清，谢谢你，你又救了我一命。不用谢我了，你回去好好睡一觉吧，睡醒就好了。然后接下来要怎么做看你自己。我知道了。程欣欣直起身回了屋子里，李小蝶担忧的看了看程欣欣的背影，走过来问苏知清，欣欣她怎么了？早上出去还好好的，你们是不是遇到什么危险了？不是我，是他。这个事情你还是自己去问他比较好，我不方便多说。对了，他今天应该是受了不小的惊吓。李知清，你晚上睡前给他冲一杯蜂蜜水喝，要是没有蜂蜜的话，就到我那儿去拿一些。好，我知道了。欣欣有蜂蜜的，我晚上就冲给他喝。苏知清，谢谢你呀。没事，我就先回去了，还得去村口收农具呢。建新，你今天是怎么了？程欣欣依旧不出声，也不动。李小蝶拉拉她的被子。欣欣，你不想说就算了，先把被子拿下来，你这样会面坏的。程欣欣直接翻身坐起，拉着李小蝶，把今天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的描述给了她听。李小蝶的表情由专注到愤怒，在听到她被钟瑶绊了一下，眼睛差点被戳瞎后，直接气得站了起来。她怎么可以这么恶毒？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在这儿吗？这次又是苏知清救了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她了。小蝶，你说我能为她做点什么呢？
欣欣，你上次不是说你会做栗子糕，要不做点栗子糕过去感谢他，然后剩下的以后再说也行。苏知青这么厉害，我都不知道我能帮到他什么了，能送点糕点也好。第二天上午，苏黎忙完了活，提着个水桶就出发了，到溪边去摸小龙虾，不一会儿就摸了大半桶，还抓到2条大鱼，用来做酸菜鱼正合适。觉得差不多了就准备回去了。路上碰到几个婶子，热情的和他打招呼。苏知青抓鱼去了，这黑乎乎的是啥？这不是腊骨吗？苏知青，你逮这么多腊骨要干啥？婶子，这是我要做来吃的。啥？这玩意儿还能吃？能吃，烧成香辣的或者麻辣的都好吃，就是有点费油。郑桂芳还打算问问怎么做，一听说费油就打消了想法。那算了。为帮助程欣欣报复钟瑶的一脚之仇，三人密谋，趁钟瑶上厕所之际，用鱼雷把钟瑶炸死。接上集，苏黎回到家做好小龙虾，程欣欣和李小蝶到访。苏知青，这是我做的栗子糕，这是小蝶做的杏干，都可好吃了。谢谢，进来吧。程欣欣进了屋子就走不动路了。好香啊！这是什么？就是看着有点丑丑的。这是小龙虾，很好吃的，你们可以尝一尝。程欣欣拿着小龙虾就往嘴里一送，鲜香麻辣，肉质紧实。苏知青，你太厉害了！我从来都没想到这东西还能吃。我和小蝶都很喜欢你，也很佩服你。你救了我2次，我很感谢你。我们可以做朋友吗？苏黎一愣，朋友的话对他来说可有可无，毕竟他已经做了那么多年的独行侠。可是看着眼前2个小姑娘期盼的眼神，自己竟说不出拒绝的话。熬夜通宵剪辑视频都没来得及吃早饭，还好我在抖音商城年货节买了忠厚香蕉早餐牛奶，营养丰富，价格实惠，一单还不到10块钱。抖音商城是懂我过年需要什么的，现在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或者点评论区就能直接抄作业，超多好物不到9块9，就在评论区先到先得。罢了，能在这个陌生的世界有那么1、2个好朋友也是不错的吧。三人吃完饭后又聊了一会儿，就说到了钟瑶绊倒程欣欣这个事儿。李小蝶皱着眉，现在这事儿都过去了，咱们又不能证明他是故意朝欣欣那边伸脚的，想拿这事出来闹有点难。欣欣，你是怎么想的？这次算他好运，小黎当场打了他1巴掌，他也没敢说什么。有了，要不咱们去给他套个麻袋打一顿吧？这方法有点风险吧？我看他日日都和那江知青形影不离的，找不到机会下手啊。苏黎挑挑眉，看向程欣欣，想报仇吗？想啊，做梦都想。他向2人勾勾手指，三人头凑到一起。苏黎低声说了几句话，程欣欣惊讶地捂着嘴，几乎要笑出声。这也太刺激了吧！这方法好，就是损了点儿。那咱们怎么做？你听我说，咱们这样。好，就这么办。第二天上午，钟瑶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小腹突然一阵绞痛，他捂着肚子跑到丁建设那里。大队长，我肚子有点不舒服，想去。去，懒驴上磨屎尿多，赶紧去，赶紧回来。我算是看明白了，整个知青点最让人头疼的就是这个钟知青，动不动就是这儿疼哪儿疼的，不好好干活，多懒倒是有一手。还有那个江知青，挺大个小伙子，还不如程知青和李知青2个姑娘会干活，丢死男人的脸。这俩人凑一对挺好，省得祸害别人家的好姑娘好小伙子。钟瑶委屈地咬了咬嘴唇，但也不敢说什么，向厕所跑去。李小蝶看到了，迅速拉上隔壁地里的杨娟娟。杨知青，你刚才不是说想去茅房吗？走，正好我也想去了，咱俩一块儿的。杨娟娟心里奇怪，但也没说什么。这李知青平常不是都拉着程知青去的吗？哦，对了，程知青今天没来。而苏黎早就蹲在前面那棵大树上的隐蔽处，看着钟瑶一只脚已经迈进厕所。李小蝶他们应该快到了。苏黎迅速发动异能，丢出一颗鱼雷，打中了钟瑶膝盖。他只感觉自己腿一软，紧接着面朝下栽进了粪坑里。救命啊！救我！正在往这边走过来的杨娟娟和李小蝶已经听到了动静。是我听错了吗？我怎么听见有人叫救命啊？李小蝶心里都快笑晕过去了，面上依旧装得很好。我好像也听见了，我们过去看看。2人跑到了厕所那边，眼尖的杨娟娟一下子就看见了有人在坑里扑腾，有人好像掉坑里了，我们快去喊人来救人。李小蝶跟在后面跑，也学着杨娟娟大喊。田埂上的人很快听到了2人的叫喊，有些爱看热闹的人更是蹭的一下就窜出去了，生怕自己站不到好位置。一时间，田埂上干活的人都放下了家伙事儿，往公厕那边跑。等丁建设知道后，跑到公厕这边来时，钟瑶已经被人用棍子救上来的，坐在地上，旁边的人都自动离他远远的。丁建设没好气的叫人，还不快去抬2桶水来给他冲去！娘的，挺大个人了，走路都走不稳，摔粪坑里去了还。几个人抬着水桶来，毫不客气的就冲钟瑶泼水，哗啦几声，钟瑶脸上的污秽被冲下去了不少，露出了那张还算楚楚动人的小脸和哭得红红的双眼。只不过即使是平时对他有好感的一些人，看到这个场景也生不出什么其他心思了。算了，他都吃死了，想想也下不去嘴啊，比他长得好看的多的是，干啥要委屈自己？丁建设咳了2声才压下去人群的窃窃私语。钟知青，你咋还掉茅坑里去了？不是我，是刚才有人把我推下去的。这话可不能乱说啊！
我绝对没乱说。大队长，我刚才走路走得好好的，突然感觉腿被什么东西打中了，这才摔倒了。你要帮我把那个人找出来。李知青、杨知青，刚才是你们发现钟知青，然后来喊人的。你们看见谁在这附近了吗？大队长，钟知青摔进茅坑的时候，我和李知青就在后面不远，听到声音就跑过来了，根本没发现人。就算是真的有人，他也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内就藏起来。您看这周围根本没有可以葬的地方。蹲在树上的苏黎已经笑得快岔气了。杨娟娟这把最强辅助有没有？不可能，不可能，肯定是有人害我！你在撒谎，大队长，杨娟娟她在撒谎。你这人真是的，要不是我们发现你喊人来救你，你早已经在粪坑里淹死了，现在还倒打一耙来冤枉我，真是好心当做驴肝肺。程欣欣呢？程欣欣在哪儿？肯定是他，肯定是他要害我！钟瑶情绪激动之时，程欣欣正好慢悠悠地拨开人群走了出来。我怎么听到有人在叫我呀？谁呀？找我有事儿吗？钟瑶一看程欣欣来了，看她的目光快要喷出火来。是你要害我！程欣欣，你好狠毒的心啊，居然想要我的命啊！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钟知青，我跟你无冤无仇的，我干嘛要推你进坑里呢？你撒谎，分明就是你刚才推我下去的。李小蝶和杨娟娟都是你的帮凶。一个烂心肝的贱人就知道给程知青泼脏水。程知青刚才是到我家去给铁蛋儿看肚子去了，谁要是敢冤枉他老娘，第一个不同意。丁建设紧张地问：铁蛋儿怎么了？嗨，吃多了闹肚子，正好程知青在那儿，就让他给瞧了瞧。程知青厉害的嘞，就扎了2针，铁蛋就说不疼了。郑桂芳感激地看着程欣欣。丁建设来劲了：程知青，你会看病？我家世代从医，我从小跟着我外公耳濡目染，学了些皮毛。丁建设很是激动，他们公社一直就缺一个卫生员，乡亲们生个病，小病就得自己硬扛，大病疾病只能去镇上卫生院看。这下好了，有个现成的来了。程知青啊，你看我们公社上就缺个大夫，要是你会看病的话，考不考虑当我们公社的卫生员啊？不用上工，一天也有8公分呢，就是要去镇上的卫生院考个试。一听到不用上工，程欣欣当然求之不得。大队长，我愿意的。好，那我明天就带你去卫生院考试。两人说着话就把程欣欣的工作定下来了，旁边的人都在听着，一时间竟没有人关注坐在地上的钟瑶了。谈话结束，丁建设看着地上的钟瑶，不耐烦地说：行了，走路走不稳掉茅坑去了，还要赖别人头上，还不赶紧回去洗洗，恶心死人了！都散了，回去干活。钟瑶坐在地上，手指深深陷进了泥土里，双眼充血。程欣欣、李小蝶、苏黎，这个仇我记住了，等我出人头地那日，就是你们的死期。他只得艰难一步一步地挪回至清点，没有热水，他就只能用冷水一遍一遍地擦洗，直到用完了水和胰子，他身上那股恶臭味依然没有消除。钟瑶崩溃了，坐在桶里痛哭起来，可是没有用，他身上的臭味和心里的臭味并不会因为他掉2滴眼泪而消失。这时候，下工的知青们也回来了，吴芬芳一进院子就大喊：什么东西这么臭啊，要熏死个人了！钟瑶脸色一白，杨娟娟已经毫不客气地瞟了他一眼，可不是臭吗？你是不知道，钟知青上午掉粪坑里去了。吴芬芳一愣，反应过来就拍着大腿笑了：钟知青，我的天哪，你是真倒霉呀！我都来了多少年了，都没听过这儿有人掉粪坑，你这也是够可以的，哈哈哈哈哈哈哈！何止呢？这位钟知青自己走路不看路摔进粪坑就算了，还栽赃陷害程知青，说是程知青推他下去的呢，还说我和程知青狼狈为奸，故意撒谎包庇程知青。杨知青，刚才只是我一时间气急了，没想那么多就脱口而出了，我现在跟你道歉，请你原谅我好不好？钟瑶红着眼圈向杨娟娟道歉，杨娟娟面露嫌弃：得，我可当不起你这一声道歉，你当时把程知青都逼得搬出知青点了，我也没见你找他道歉啊，我怕我得罪了你，以后也在这知青点住不下去了，咱俩就井水不犯河水，你别来招我，我正好也离你远点儿。这一段话是直接把钟瑶的脸皮撕下来放在地上踩，眼看着钟瑶又要掉眼泪，杨娟娟赶紧拉着吴芬芳走：快走快走，不然一会儿又得赖到咱头上，真是晦气。看着其他人看好戏的样子，钟瑶觉得面子里子都丢完了，捂着嘴哭着跑了出去。姐姐，你知道吗？我娘她回来了，我不是没娘的孩子了，你后悔吗，苏姐姐？我有什么好后悔的？苏黎眉头一皱，她直觉这小孩嘴里说不出来什么好话。你错过了我爹这么好的男人，以后不会后悔吗？我爹这么有本事的人，以后一定会发大财的。我娘和我们以后都会过上好日子的，你会后悔的。啊，对，你爹你娘都有本事，不然怎么生出来你个没脑子的东西？老娘真后悔在山上救了你，还不如让你被野猪咬死。看看你爹那张老脸，我都想吐。你做什么梦啊？还想让我嫁到你们家当后娘？
伺候你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还有你那个瘸子爹。视频剪那么久都没来及吃饭，还好我在抖音商城大牌试用买了麻辣王子辣条，正宗麻辣，小包装携带方便，这一单还不到10块钱。现在点商城进大牌试用，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入同款。身边的朋友嘴馋，都直接在这里试吃，超多大牌都有小样，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我脑子还没被驴踢，好使得很。回去告诉你们家所有人，以后少往我跟前凑，不然老娘见一次打一次。给你那点吃的，还不如拿去喂狗，滚一边去，别来沾边。今天真是晦气。说完就绕过赵依依径直上山了。赵依依被骂得站在原地愣了好长时间，反应过来哇的一声哭着跑回家，扑进赵寒松的怀里。爹，那个苏黎他骂我，他还说你是死瘸子，还让我们家的人离他远一点儿，不然他就见一次打一次。他咋能这么说你？阿松，你是光荣的特务军人啊，咱们去举报，去县里告他的账，他太嚣张了。算了，他说的也没错，我不就是个死瘸子吗？算了，为什么算了？不行，我找他去。够了，我说算了就算了，你们谁都不许去找人家的麻烦，全都给我躲他远点。要是让我知道谁再凑上去自己找没脸，就给我滚出这个家。说完就出去了，直接来到了曾经战友的坟地。乔颖，是我对不住你。是啊，他这个光荣退伍的2等功也是偷来的。如果当时不是我一意孤行，非要去明令禁止踏入的地方，你也不会为了救我而牺牲。最后我还把所有功劳揽到了自己的身上，而对外说是你非要冒险。就这样，我被组织上表扬，获得了2等功，光荣退伍，你却因为扛了错误，连获封烈士的资格都没有。罢了，也许我本来就是个小人吧。此时苏黎这边正在深山里找野货，这走着走着，苏黎突然发现右斜方茂密矮丛和植被的掩护下，里面好像是一个山洞。扒开周边的草看了看，有一些脚印，还有最近几天的看起来很新的脚印。谁没事儿干跑到这深山老林里的山洞周围？难道我真的发现藏宝洞了？苏黎释放了精神力，仔细探查了一番，确定没有什么其他人或者危险系数高的活物之后，放心的打开手电筒往山洞里面走去。前面一段路有点狭窄，还有点七拐八绕的，过去这一段道路突然就变得宽敞开阔起来。继续往前走，苏黎看到前方隐隐约约的透出一点光亮来，加快脚步往前方赶去。走出洞口后，苏黎还眯了好一会儿的眼睛来适应着强烈的光亮。苏黎睁开眼睛，顿时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